荒废50年的水库，却突然出现成群的百斤大鱼，引得无数钓鱼佬蜂拥而至，只为钓到那传说中的鲤鱼王。离钓，开店门。只因男人觉醒了鱼货成长系统，放进鱼塘的鱼苗瞬间就能长成巨物，只要有人钓起这些鱼，他就能获得系统奖励。兄弟钓鱼吗？正准备去钓，兄弟有事。我知道一个地方鱼情特别好，而且里面有几十斤的巨物，有没有兴趣？哦，衣服在哪？快带我去，求求了！走上车。哎你大爷呀！你给我干哪儿来了？真是国内吗？啊！半天100，一天200，回鱼按照市场价，你准备钓多久？这就是你说的有巨物的地方，还200一天？不是哥们儿，你抢钱呐！哎，话不要说那么难听，这可比抢钱来的快多了。况且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嫌贵可以不钓，不过这几十里山路，你只能自己走回去了。啊！我他妈真想锤死你！钓必须钓，扫100，钓完送我回去。那必须的，钓鱼佬不变钓鱼佬。嘿嘿。不是哥们这么菜吗？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算了，好不容易来个人，还是我来帮帮你吧。打开系统商城。李培刚买了一包小型鱼饵料，便朝葫芦仙走去。你行不行啊，细狗？半个小时了，一口都没有。我操！你这野坑有没有鱼都是个未知数，而且我是在打窝，你懂不懂？大师们都是这么做的。就我这个吧，帮你报货。兄弟，我这可是吴大师的专属饵料，你这东西有的比。葫芦仙迟疑地打开饵料的包装，一瞬间便传出诱人的香味。这味道是冰，我在里面加了冰。没有任何犹豫，葫芦仙就换上了李培刚送的饵料。来喽！葫芦仙用力一拉，他只感觉一股巨力从水中传来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差点被带进水里。我丢这鱼至少得有20斤以上，老板真的没有骗我，这里果然有巨物。经过半个小时的拉扯，葫芦仙终于把鱼拉到了岸边。义父，快来帮我抄下网！兄弟，我也想帮你，但是系统规定不可以帮助顾客钓鱼。李培刚只能假装听不见，继续躺在椅子上装睡。葫芦仙喊了几声，没有看见李培刚的身影，也就放弃了。只见他气沉丹田，一手拿着鱼竿，一手拿着抄网，小心翼翼地将鱼头送入了网中。可是鱼实在太大了，他的抄网只能放进一半。葫芦仙有些焦急，像这种20斤以上的巨物错过，他感觉自己会后悔一辈子。于是他扔掉了鱼竿和抄网，跳进了水里。一会的功夫，他就抱着那条鱼从水里走了出来。葫芦仙钓到3倍21斤的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1470元，恭喜钓上来第一条鱼，奖励新手大礼包10万元。呀呼！这一个人钓一条就奖励这么多，以后钓的人多了，那不是天文数字了。我看以后谁还叫我李培光？而此时的葫芦仙已经对着鱼开始拍照了。在河边钓鱼，不小心把衣服整脏了，烦死了。大家别谢，鱼是在菜市场买的。仙哥，我是不是和你说过，我小时候被人拐卖？你这个位置和我小时候记忆的位置一模一样，能不能告诉我位置？我会感谢你一辈子。义父，我是你西善多年的儿姐，你在什么地方发个定位，我想马上和你相认。葫芦仙看到朋友圈的评论露出了笑容，这种爽感让他浑身舒畅。仙哥在哪儿呢？晚上出来喝酒，我请客。你说啥？没听见。义父在哪啦？葫芦仙的嘴角现在比 AK 还难压，不过有好地方当然要和好兄弟分享。于是他给对方发了个定位，继续开始钓起鱼来。有了李培刚送的饵料加成，1个多小时已经上了10几条5、6斤重的鱼。仙哥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来人正是葫芦仙的好兄弟刘健，平时和他一样就喜欢去钓鱼。当看到他鱼库里面这么多好货的时候，放下装备他就准备开始钓。这水库是有老板的，我带你去交钱。啥？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有老板？也不贵，一天也才200块，而且他好像说还可以按照市场价回鱼。
等等，我钓的这些鱼差不多80多斤，按照市场价10来块一斤，我就赚了老板700多块钱。我这是将老板盘了呀！那还等什么？带我一起，咱们盘他！老板，这我朋友也想钓半天。已经很晚了，我准备回家吃饭了，明天赶早吧。老板，这才5点，还早呢。对呀，老板，我们晚上钓也没事的，装备都带来了。这里晚上有很多野兽，很危险的。如果你在我这里出了意外，那要不得我担责任啊。两人听到李培刚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。回到了鱼塘，李培刚把葫芦仙的鱼按照市场价格回了后就离开了。正当葫芦仙与刘健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时，只见鱼塘里的浮漂一沉，来了来了，是个大货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大力将他拉着朝前跑去。刘健反应迅速，也是急忙过去抱住了他。两个人的加持下，终于稳住了身形。我去，竟然爆干了！你说这鱼有没有40-50斤？不好说，反正比你开始钓的那些大了1倍不止。没想到这地方真的藏着这种巨物，怎么样，搞不搞？盘他！熬夜也得把它搞出来。走，回去拿装备。经常钓百斤大鱼的钓鱼佬都知道，没有好的钓具，根本钓不上这种巨物。为此，3位钓鱼佬带上罗文刚和航母组团所组成的鱼竿，来到深山老林的一个水库钓鱼。殊不知这水库下面的鱼千奇百怪，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巨物拖下水。老板，我们又来了。今天这么早啊？昨天被爆干了，今天想着早点来报仇。老板，我们3个人今天钓1天，给你扫600块。OK。昨天爆了我1根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抛出今天信心满满的第1竿。只不过今天他们的运气好像并不怎么好。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全部空军，只有刘健钓到了1条5斤多的鲫鱼。5斤多的鲫鱼啊，这个是鲫鱼还是野生的？然而李培刚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钓鱼佬钓不上鱼，他这鱼塘就没人来，没人来他就获得不了系统的返现。看来这水库里面的鱼还是太少了，还得买一些鱼苗回来。眼看着到了中午，李培刚来到几人跟前，你们饿不饿？要不要到我家一起去吃点东西？不用了，老板。曾经我们最长的鏖战时间是2天不吃东西，我们是不可能离开战线的。可是香哥我饿啊。老板可不可以带点吃的来？我们出双倍价钱。OK。就在李培刚和他们谈好了价钱，准备回去时，葫芦仙却叫住了他。老板，昨天你送我的那种饵料还有没有？有啊，200一包。我靠，老板你什么饵料啊？像到金边啊，200一包。金大文说不定老板的1包10几20斤呢，不要1斤1炸的。1斤1包，童叟无欺。老板扫码给我来1包。不是仙哥这么贵你也买，我车里还有好几包饵料呢，都是吴大师的秘密武器。然而葫芦仙却没理他，扫码付钱以后就直接打开了包装，因为他要验证一下昨天他疯狂的上鱼到底是不是这饵料的原因。继续抛出信心满满的1竿，很快就有了答案。在他抛下鱼竿的10几秒钟之后，就中鱼了。接下来只要他抛下鱼竿，短的10几秒，长的几分钟，基本都是零的，最小的都是5-6斤的样子。曾大鹏和刘健看到葫芦仙这么勇猛，马上意识到是饵料的功劳，直接一人抢了一点葫芦仙的饵料。这2个年轻人都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。两人得到饵料以后，也犹如大师附身，接二连三的开始上鱼。随后李培刚将帮几个人做饭的事跟二婶说了一遍。培刚，你是说一个人30块就帮他们做顿饭？李总，二婶快去做吧，他们还等着呢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江哥，我中大祸了。葫芦仙和刘健看到这情况，直接扔下自己的杆子，抱住了曾大鹏，3人一起才稳住了身形。我靠，我曾大鹏也有中计物的一天。靠，别叽歪，抓紧了他发力了。哎呦我去！现在的年轻人光天化日之下玩的真花，虽然不理解，但是表示尊重。鸡汤来喽！老板，等一下，没看到我们正战斗着吗？看样子这是溜了一会了，这架势不小啊。老板，你这饵料太厉害了，简直立竿见影。而且你这里的鱼也是个点个的大，我们钓上来这么多，就没看见一个小的。那你们回去帮我宣传一下，人多了我搞一些更大的鱼来。老板，你要宣传还不简单吗？快拿手机把我们的英姿记录下来，包你火遍全网。对啊，现在短视频那么火，我如果把他们钓上来这个巨物的视频发到网上，那还怕没人知道这里吗？想到这里，李培刚掏出手机，对着3人的激情模样就开始录制起来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在3人的合力下，终于将这条巨物给拖上岸。大鹏钓到9倍返现的48.6斤青鱼1条，恭喜获得8748元。难怪这么大一只，
原来达到了警备。江哥，快给我和我的大宝贝拍一张。老板，这鱼可以不回吗？我想拿去县城转一转。一听这话，其他两人也都直直地望着李培刚，因为都是钓鱼老懂这里面的规矩，小鱼自由，大鱼一般是必须要回的。我这里渔获自由不强制。老板大气。三人在得到了李培刚的同意，也没有心思再钓鱼，将鱼绑到了车子的后面。Go go go， 出发喽！待三人离开后，李培刚看到那没有动的饭菜，也不想拿回去了，混合几人剩下的鱼饵就一起扔到了水库。只是刚转身准备回家时，就听到水面的一声巨响。经常钓大鱼的钓鱼佬都知道，钓到大鱼以后就会迷路，常常三过家门而不入。然而这并不是故意不回家，而是被鱼迷了眼。前面的兄弟，你的划子掉了，我顺带着问一嘴，鱼在哪钓的啊？我跟你们2小时了，车都转没油了。我靠，这仨火都上热门了，我不是也拍了吗？这可是一个蹭热度的好机会。为老同学忙嘛。没钱。我像是那种几年不联系，一联系就借钱的人吗？像有事就说，没事我挂了。你会不会剪视频？会啊，怎么了？帮我剪一条视频怎么样？一口价50。行，我把素材发给你。李培刚给对方发了一个50的红包后，就准备睡个午觉。我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喂，网上那3个人钓鱼的时候你也在？对啊，我开了个钓场，他们的鱼就是在我那里钓的。你好家，你还有这资源？必须的，我这水库里还有更大的。刚哥，你家在哪里啊？毕业都几年了，去你们那里玩一下怎么样？你也喜欢钓鱼？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啊。对了，视频做好了，我做了2份，我可以发布1份不？可以啊，你有时间就过来吧。第二天，李培刚早早来到水库，却没想到已经有几辆车停在水库边上。见到李培刚来了，立马走了过来。老板早啊！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的行情281天，渔获自由回鱼，按照市场价。老板大气。老板，你是在做慈善吗？今天让我陈大鹏给你上一课。一个个的交钱之后就去找钓位了。等人都走光了，葫芦仙3人才偷偷摸摸的走了过来。老板，昨天那种鱼饵给我们1人来1包。一天只有1包，1包200。不是老板，我们不差钱。不要算了。要。当，李培刚，惊不惊喜？哟，大美女呀，欢迎。已经这么多人了，我以为来得够早了。托你的福，我这地方也快成为网红景点了。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呢？那大网红要我怎么感谢呢？要不我以身相许怎么样？讨厌！瞧你那熊样，跟你说个正事，我在这里直播，帮你宣传怎么样？收益我们55分。你是要在我鱼塘这里跳舞直播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做颜值主播都是靠那些大哥打赏，有这个契机，我想转型做钓鱼主播。这样行啊，我不要你的收益，你愿意直播在这里直播就是了。那我们一言为定。老板呢？我就是钓鱼嘛，281天，渔获自由，回的话按照市场价走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一定要开天门。哦吼！爆杆的兄弟，你没看视频就来了吗？用那小卡拉米的杆子。我靠，老子的杆可是碳纤维的，这尼玛是多大的鱼啊！老板有敢卖吗？我下去钓会儿。你没带杆来这里干什么？来这边旅游没带杆。再说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？给你出双倍价格，卖不卖？你看人真准，1000块。饵料怎么卖？500一包，要吗？靠，老板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还要不要？或者你找其他钓友买也行，我想他们很乐意卖给你。500就500。哼！李培刚，我终于知道你这么久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了。为什么？你这么直男，你爸妈知道吗？安心说完便准备离开。你干啥去了？回县城买装备啊！等下你给我发个清单。而此时下面鱼塘响起了一阵喧嚣，原来是葫芦仙3人疯狂上鱼，引来一众钓鱼佬的羡慕。我靠，不愧是网红，你们也太猛了，这都连中几杆了！哈哈哈！昨天我们3发窝了，不要羡慕，我可不会将从老板那里拿饵料的事情说出去。切，有啥了不起的？有人被拉下水了，快救人啊！我靠，这个狠人，这都不松手。李培刚向下看去，只见水里隐隐能看见一条巨型的身影拖着一个人在穿梭。我去快松手啊！你不要命了？放开我，你这色狼！
不要乱动，我会救你上去的。你这娘们真是不知道死活，我这是在救你啊！他人呢？喂，色狼，还不上来是怕我打你吗？为老板吃过的豆腐总要认账的，快上来吧！美女钓手被百斤巨物拖入水中，视频一经发布，瞬间冲上热搜，全网钓鱼佬坐不住，连夜扛着鱼竿就向着鱼塘集结，是要钓到巨物为美女报仇。我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玩。喂，老板，起船收费了，水库边都停满车了。靠，才6点半，疯了吧？你们这帮钓鱼佬都不用睡觉的吗？就来了。李培刚揉眼走上坝顶，只见路边已停了7、8辆车。老板早，没打扰到你休息吧？李培刚不想搭理他，听声音就是早上打电话的小子。今天是680一个人，一样的渔获自由，回鱼市场价。不是吧，老板，昨天才280，今天就680，你不会看到自己火了就坐地起价吧？对呀，680有点贵了。要钓的交钱了，不钓的可以回去了。680钓这种巨物，且渔获自由，你们还嫌贵？真当老板开善堂啊？老板3个人，有人带头，后面的人也陆续掏钱。等人群散向钓位，刘健3人才悄悄折返了回来。老板，今天的饵料。老板，真的一天只有1包吗？要不多卖我们几包，双倍价格也行。你要是不想要，可以还给我。3人抓过饵料就跑，生怕李培刚把饵料拿回去。不到8点就已经来了20-30辆车，而且还在陆陆续续的上来。看这架势，再不过路，迟早堵死。二叔，把旁边的那个小山包平了吧，用来做停车场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老同学，忙着呢。昨天说了要教你钓鱼，你看我这又要收费又要看着施工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没事，你忙就是了，我自己找个地方就行。等一下，交价调费，今天是680。哈，不是吧？我的调费也要收？开门做生意嘛，理解一下。李培刚，你个大直男，活该找不到女朋友。眼见来的人太多，车辆已经停到了100米开外。李培刚则竖了一个停止垂钓的牌子，转身来到安心身边，准备教他钓鱼，却看到3剑客身边围满了钓鱼佬。3剑客不停地连赶上路，鱼护里每格都很多鱼。老板，你这680还是收低了，直接被盘了几千了吧？你们有没有注意他们的饵料特别香啊？葫芦仙3人却是有些心虚，我们用老板的饵料盘老板，这做事有点不道德。老板，等一下我们回一半的鱼吧。就是老板，不能让你太亏。不必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们能盘我是你们的本事，不管用什么东西钓的，只要能钓上来都算数的。老板大气啊！老板，你是我见过最有信用的老板。老板，我也好想盘你啊！王腾钓到15.2倍的48.6斤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14786金币。李培刚立刻来到王鹏身边，实力可以啊，兄弟，回鱼还是带走吧。回鱼吧，我带走也没地方处理。就在这时，旁边走过来一个人，兄弟，要不你这条鱼卖给我怎么样？我出双倍价格。看我干嘛啊？你钓的鱼你自己决定。得到了李培刚的允许，王鹏以2000元的价格将鱼卖给了中年男人。看着中年人扛鱼远去的背影，李培刚轻笑，看来今天县城又多了一位挂鱼游街的迷路人。短视频的爆火带来的流量远超预期，看来今天晚上必须要把水库水域面积再升级一次，不然容纳不下这么多人。待众人走后，李培刚喊出了系统。目前水域的垂钓人数已到达上限，请宿主提升水域面积。升级后，水域面积7201平方米，渔获成长倍数2到15倍。升级，立刻升级。第2天，李培刚赶到鱼塘时，钓鱼佬的队伍已排成长龙。老板，我们又盘你来了。你们有本事尽管盘，里面有100斤的大鱼，能盘上来我倒贴你们钱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搞一个活动，激励他们去钓100斤的大鱼呢？既能作为噱头吸引更多的人来钓鱼，还能赚系统返现，包赚不赔啊！兄弟们，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我要做一个活动，就叫做100斤大鱼挑战赛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钓起100斤以上的大鱼，我当场就奖励5万，再加一张荣誉证书。老板，这5万块我拿定了，至于那个证书，你还是拿回去烧了吧。别啰嗦了，老板，收钱开钓。钓鱼佬们激情高涨，一个个交了钱就赶紧下去找位置打窝。3剑客又留了下来，李培刚默契地递出饵料，3剑客直接扫码，这已经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事情。李培刚，看来我小看了你，还会做活动了。我也是临时起意而已。对了，你也帮我宣传一下吧，就在你的直播间。可以啊，今天免了我钓鱼费，就当宣传费怎么样？那也不行，钓费肯定是不能免的。李培刚，你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。哼！还老同学呢，居然咒我找不到女朋友啊！女人真是麻烦。人越来越多，看来得找几个帮手了。表妹杨若兰是学会计的，可以负责收款，
圣文格水性好，可以的安全员。老板，鱼怎么钓的？681天，渔获自由，钓到100斤大鱼，奖励5万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好事！老板，你这是在做慈善啊？你这是拍什么呢？哦，我们记录一下生活，没什么影响吧？没影响，就是看着你有点熟。老板，你这钓上来100斤的鱼，奖励5万块，是真的吗？在座的钓鱼佬谁不知道我李培刚出了名的说话算话，只要你钓上来，当场给你转账。好，我今天必须盘你一回。表妹，以后你就负责帮我收钱，顺便帮我剪视频，每个月给你1万。好李表哥，那没问题的话，现在就开始收费吧。681位，渔获自由，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就行了，或者你写一个牌子也行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安排好帮手，李培刚则闲下来钓鱼。来到鱼塘就看见早上来的那个年轻人，鱼库里钓了不少鱼，跟人一打听才知道，居然是个大网红。老板，你这里鱼情可以啊，你看我钓了这么多了。早上看走眼了啊，原来您是吴大师，失敬。老板，我钓这么多，你不是来赶人的吧？100斤大鱼还没见着呢，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要是走了，可对不起这大师之名了。老板说笑了。老板，那位收钱的美女是你什么人？我表妹。怎么了？表妹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我觉得我挺合适的。没有，不过你没戏。表哥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我长得也还可以啊，和表妹怎么看也是天生一对。你号称大师，钓了1天都没有钓上100斤的鱼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老板，你这说的，看来不展示一下我的实力是不行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就在这里耗上了，不钓到那100斤大鱼，不赢得表妹的心，我就不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李培刚手中鱼竿猛地一沉，他被一股巨力拖得向前冲去。快撒手，我怕呀！你一个人能搞定吗？你放开我就行了。吴大师刚松手，鱼竿再度传来狂暴拉力，李培刚连人带竿被拽飞入水。老板落水了。老板这么早就来喂鱼呢，难怪鱼养得这么大。老板，你这是不想我们拿到5万块，用生命在钓鱼啊？老板，是你让我松手的，这可不能怪我。没事，没想到我运气爆棚，刚下竿就中了个大家伙。这条鱼要是没有100斤，我李培刚道理洗透。对，跑掉的永远是最大的。而且这鱼啊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在水里会自己长胖，对吧，老板？啊，不信算了，我先回去置办套狠装备，等下就来报仇。耶稣来了也拦不住，我说的。唉，这竿太软，这杆钓不了大鱼，这竿不结实。你发的那个视频有经过我的同意吗？啊，那个就露了一点点，也看不到你的脸，应该没事吧？哼，说不好听点，你这算侵犯肖像权。那我把视频删了。那倒不用，我没那么小气，我这次是来复仇的。敢拖我下水，我非得让那条鱼知道姐的厉害。那祝你好运。你是不是说过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钓起那条鱼就行？是的，不管什么方法，钓上来就行。这个是你说的，交费。帮我把挖机开过来。我操！不是吧？你不是应该帮我挖停车场吗？怎么接他的活了？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干活。只见柳木青拿着一根钢缆绑在了挖机上面，钢缆前端是一个大型钓钩，此时鱼钩已经抛下了水。柳木青开始用玉米打窝，这豪横的行为瞬间吸引了所有钓鱼佬的注意。那美女不就是上次被巨鱼拖下水的那位？看这假兮兮来复仇的。这种方式你都同意，不怕他把你的鱼搅坏了？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，既然说了，任何方式都可以，就算他开一条船来，我也不能阻止。牛逼！李培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契机，美女为复仇直接开挖机钓鱼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噱头。葛小姐，要不要试试特馅饵料？500一包。柳木青看了看他手中的饵料，又看向平静的水面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很便宜，来一包。便宜吗？你上次可是说我抢劫了。有吗？肯定是你记错了。交易完成，李培刚退回了人群，开始看戏。果然，柳木青在用上新饵料后没几分钟，水面的浮漂便开始晃动。上鱼了，上鱼了！挖机师傅，快拉！快，师傅，只见哦，挖机师傅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刻操纵机械臂向上提，钢缆瞬间绷紧，挖机开始向后退，试图将鱼强行拖上岸。只是钓鱼的都懂一个道理，当鱼发力的时候，你得卸力，不然很容易脱钩。鱼尾翻起巨大的浪花，正在大家期待鱼更激烈挣扎的时候，水面却渐渐恢复平静，那根绷直的钢缆也软软的垂落下来。哎，脱钩了，好可惜！看那尾巴，这鱼最少也得100好几十斤。司机大哥，钓鱼不能这么硬拉，鱼发力时你得让挖掘机松一点，跟它来回周旋。对，多留一会儿，不能急啊！可是我咋知道它啥时候在用力呢？虽然鱼很大，但是在这种大型挖机的面前，那点力量还是不够看。师傅，你这样试一试，人机合一，你会不会就是先这样，再那样？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再来一次。好了，大哥们，第2次尝试马上开始。究竟挖掘机能否成功复仇，将水底巨物缉拿归案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鱼钩带着系统给的饵料又一次抛入了水里，不到1分钟，就看到浮漂开始猛烈地向下晃动起来。拉杆，快拉杆！这一次挖机师傅似乎是得到了他们的真传，开始溜起了鱼。一时鱼塘边上热火朝天，都在看挖掘机溜鱼。一段时间后，水面泛起一阵水花，一截鱼身浮出了水面。此时离鱼吃钩已经过去将近1个小时了。师傅，试着慢慢向岸边拉。水中的鱼没有太大的挣扎，
似乎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露出水面的钢丝越来越多，鱼离岸边也越来越近。出来了！我靠，这么大！那莲庸的嘴巴正一张一合，嘴巴的直径都在1米左右，看得众人头皮发麻。把鱼弄上岸，别让它脱钩再跑了。老板，这么大一条鱼，弄上来太可惜了吧？是啊，看样子这条鱼都快200斤了。200斤的莲庸啊，我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你想怎么处理？拉上来吧，我要带回去。柳木青钓到12倍192斤莲庸一条，恭喜获得184320元。刘小姐，你这车用来运鱼也太浪费了，要不要我叫一辆车帮你运走？不用，我就要这种效果，回去好好羞辱一下他。羞辱一下他？羞辱谁？钓到这条鱼是有5万奖金的，我发给你。好啊，正好可以付挖机师傅的奖励。对了，老板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你说，看我能不能帮？我加你好友，发给你一张照片，以后如果有照片上的中年人来钓鱼，你也卖给他一包那种饵料，可以吗？这女人好厉害，居然直接发掘那包饵料的部分。那个中年人肯定是和他有仇，不过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没问题，到时候你提前发我照片就行。两人加了好友，柳木青就驾驶着车子离开了。想我吴大师钓了一辈子鱼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莲庸，至少200斤啊，真是大开眼界了。我觉得挖机钓鱼才让我大开眼界，没想到钓鱼还能这样钓。我以为我的螺纹钢加航母阻拦索已经天下无敌，没想到这次看到了挖机加钢缆钓鱼，这美女是怎么想到的？看来今天过后，这里真的要爆了。今天大部分的钓鱼佬都拍摄了视频，美女跑车加挖机钓鱼的劲爆话题，瞬间引爆网络。彪哥，下面好像又出100斤的大货了。什么时候100斤这么好钓啊？李培刚走向人群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奋力地拉着杆，杆子也被拉到了极限，看着似乎马上要断一样。腾哥果然是吴大师之下第一人，厉害啊！不过我感觉这条没有早上钓上来那条大，但是应该也有上百斤了吧？那有些可惜了，要是腾哥早点钓起来，那5万块就是腾哥的了。对呀，要是老板再弄个活动就好了，我也有动力钓起这100斤的巨物。这活动奖金发完了，似乎对大家的钓鱼激情有一些减弱啊，要不设立一个巨物榜单奖金嘛？这次的爆发后，百斤大鱼安静了许多。王鹏又溜了1个多小时，才慢慢的把鱼拖到了岸边。一钓上河妖。王腾钓到16倍128斤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102400元。鹏哥，这条鱼卖不卖？我以市场价2倍买了。靠，市场价2倍，你好意思开口？我出3倍。和我比有钱是吧？我出5倍。5倍啊！市场价不是得1万块了？好吧，是你的了。虽然你把鱼买走了，但是我出的巨物榜上的名字还是王鹏的，毕竟我这里谁钓上来的就是谁的名字。巨物榜什么东西？我准备搞一个巨物榜，只要钓上100斤巨物就可以上榜，榜上都有奖励，第1名每周2000块，第2名1800，依次递减。照着这么算，第1名1个月不就8000多了？这不比上班强，还可以天天钓鱼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你想屁吃呢？现在第1名是早上那个美女的，那条鱼至少200斤了，你能钓上来吗？那现在只要上100斤，1个星期也有1600呢。老板，如果我钓了几条100斤以上的呢？只要你有本事，把排行榜全占了都可以。如果我一个人把所有榜单全占了，那1个星期就是多少来着？我算算，13得3，38妇女节啊呸，1个星期1万1，1个月7万多，好大一笔巨款啊！醒醒吧你，人家第1名可是用挖机加钢缆才搞上来的。这个榜和我没关系，我只是想买下这条鱼回去装个叉。交易完成，李培刚准备回上面的小木屋，王鹏却突然叫住了他。老板，这个饵料是你之前卖给那个美女的，她钓上鱼后没有拿走，被我捡到了。这也是我的祖传秘方，是有那么点功效，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，以后可以卖给你1点，1包500，绝无二价。只要你能钓上来一样的回鱼，怎么样？谢谢老板。可是这样你岂不是亏大了？行了，再矫情就不给了。我建议你每天用这个钓1-2条就行了，多了容易惹人怀疑。老板放心，我懂。爸，这个惊喜怎么样？这是你钓的？不然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拿去慢慢看。柳中华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机，看着看着，脸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。哪有你这么钓鱼的？钓鱼享受的是钓鱼的过程，你这有什么好炫耀的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哦，还有这一路上别人羡慕的眼神，这不就是你们钓鱼佬追求的终极目标吗？你，简直就是侮辱我们钓鱼这个行业！切，我现在可是那里巨物榜的第1名，大家都承认的。哦，巨物榜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水库的榜单，钓到100斤以上才可以上榜，而我是第1名，第1名啊！切，不知所谓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叫几个高手去把你的榜给屠了。好啊，欢迎你屠榜。
你这鱼不处理一下，再不处理就要臭了。留给你拍几张照片，拿去炫耀吧。我女儿钓的大鱼怎么样？厉害吧？有，网上那个挖机钓鱼的正主在这儿呢。那姑娘是你女儿？我听说那里有一个巨物榜，100斤以上才能上榜，我想去把它屠了。你们有没有兴趣？好啊，约一下，正好也好久没一起钓鱼了。喂，小莫，来我家一下，这里有一条鱼，拿去给酒店的员工加个餐。什么？一条不够，我这条可是200斤。一直忙活到5点半，李培刚才把鱼回完，今天一共进账近70万，是收获最多的一天。他立刻使用了那张翻倍卡，银行卡余额瞬间突破200万大关。2级钓场已满足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升级。升级成功，3级钓场水域面积5万平方米，水深30米，渔获成长倍数提升至15到27倍。哇哦！这样的倍数，岂不是具有长权了吗？钓上一条，系统不得回我个几万？这人谁啊？啊，小青啊，你发我的照片干什么呢？没有啊，老爸，你看错了。哼，你老爸我是老了，但还没瞎。你妈是走得早，我一个人过得也挺好，不用你帮我找老伴儿，我这钓鱼的时间都不够，哪还有空谈恋爱？老爸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和老哥整天忙集团的事情，你倒好，天天钓鱼，搞得集团好像很闲一样。那不然呢？我辛辛苦苦打下基业，现在老了，不该休息吗？不该享福吗？可是你才48岁，现在退休年龄都到60多了。你看，你又来气我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大成才，好不容易能休息，没想到啊，我女儿非逼着我工作。行，你休息吧。你不是说要去屠了我那个巨物榜吗？什么时候去？呵呵，明天就出发，你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各位，由于昨天涨水，老板怕大家钓不到鱼，今天价格下调，300铢一天，大家直接扫码都行。义父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们会钓不到鱼？就是我们会钓不到鱼吗？分分钟盘你好吧？就是看不起谁呢？老板长回气。我还第一次听说要求涨价了，有本事你们就盘我，我接着等下空军的时候不要哭。表哥，我们这里出名了啊，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其中一个看着有点熟。哟，这不是柳木晴他爸吗？这榜单上怎么才2个人？这涂起来没有一点挑战吗？确实没什么挑战。刘老板，你女儿这榜首也才192斤，我们海钓的时候，那可是上过几百上千斤的真正巨物。老莫，钓淡水鱼和海钓是2个概念，这里有船给你接力吗？那可不好说。小青那女子可以用挖机钓鱼，说不定柳老板你直接弄条船过来呢。去你的！走了，交钱去吧，看看这里的鱼情怎么样。360一天，鱼后自由，自己扫码都行。几人一愣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是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。他们从来没有钓过如此便宜的鱼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是361个小时吧？哎，你也觉得太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老板就是定的360一天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有钱也不赚。要不你们开360一个小时也行，反正你们也不缺钱。我们是有钱，但又不是冤大头。盘他！大叔，钓到鱼没有？没呢，难怪这里的老板收这么低的钓费，这鱼不好上口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饵料不行呢？要不我试试我这把啊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要干什么。好啊，谢谢你了，小兄弟。那你慢慢用啊，我先走了。这小子一定有问题，不如老莫、高启盛来试试这个。这饵料可是我女儿给我买的，挺香的。这饵料穿透力应该可以，这么久不上鱼，换饵料也行。几人谈笑着又抛出了鱼饵，完全不知道在谁顶。无数的巨物正向这边游来。哎，高启盛，我这里好像上钩了。我这里也是，这饵料有点东西啊。几个人同时拉杆，鱼竿瞬间被拉成马蜂，但下一秒他们就意识到情况不妙，水下的力量远超想象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各位没事吧？想我老莫戎马半生，钓过上千斤的金枪，流过鲨鱼，没想到今天大意失荆州，栽在这个小小的水库里。是啊，大意了，没想到随便一钓就中了这么大的鱼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。怎么老莫有想法？刚才那条鱼，以我的经验，少说300斤往上，除非你学我家那丫头用挖机，不然肯定没戏。学后辈那多没意思。我这边正好有一艘钓鱼艇，我马上叫人拉过来。你们听清楚没有？那个人好像说要拖一艘船过来钓鱼。你没听错，我也听到了。靠，这么爱吹牛皮。他们可不一定是在吹牛，你没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开的什么车吗？那可全都是100万豪车。
刘浩调获7斤草鱼，21倍加成后为147斤，恭喜获得154350元。各位，巨物榜更新了，刘浩吊起147斤巨物，荣登第2名。欢迎大家继续挑战，冲击榜首。巨物榜第2，每个星期能拿1800块，赢麻啦！你眼里就只有那1800块？这可是无上的荣誉，好不好？我靠，这是干嘛？老板买的船吗？兄弟不知道了吧？看到那边停的几辆豪车没？他们的主人早上被鱼拉下水了，一怒之下拖着玩意来复仇了。我以为早上大家传的都是玩笑话呢，这尼玛还来真的啊！老板，你这里离奇的事情是真多啊！我下一期的素材又有了。你一个钓鱼网红，成天蹲在我这里干嘛？不应该到处找地方钓鱼吗？老板，这里不就是钓鱼的地方吗？这位是我朋友王大师。哦，你能钓起100斤以上的大鱼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一上来就这么直接的吗？有幸钓上来过，听说老板这里巨物超多，慕名而来。哎呦，你好，王大师是吧？欢迎欢迎。有钱人就是好，他们应该是想用海钓的方法来钓这些巨物。有什么不同？不就是上船吗？他那可是专业的钓鱼艇，上面的钓索、拖钓架、探鱼器等等应该都是齐全的，可以用船的动力来拖鱼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好戏。表妹要不要一起啊？表妹还要收钱，哪像你这么闲？小老板有没有兴趣上船玩玩？这老小子该不会知道我故意给他饵料折腾他，想要报复我吧？不过只要我不说破，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目的吧？好，我还没做过这种钓鱼艇呢。老板，你这水库的鱼怎么能长这么大？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从地下河游进来的吧。啊哈，世界真是神奇呀！神奇不神奇？等我们钓上来就知道。来，先让我用探鱼器看看这下面有多少小宝贝。哎呦我去！你这水库绝了，除了在海上，我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巨鱼群。看来你们早上被拉下去也是不冤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开干吧！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，我都不。表哥，一会儿多拍几个视频，我拿来宣传用。你不会自己拍吗？我要在船上，还用给你打电话吗？好的好的，知道了。各位老板，我拍视频记录一下，可以吧？随意。小老板，你就等着我们把你巨物榜屠了吧。捕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至少也要10条200斤以上的巨物才行。今天只是试试水，明天我们一人一杆，风浪越大鱼越贵。不过在我们这装备面前都是小意思。而且你这水库下面这么多巨物，屠榜不是轻轻松松。吹牛谁都会，真有这个本事，你们钓上来再说。一条200斤以上的就是几10万的返利，10条那不是几百万了？快钓，快钓，钓得越多越好。小老板，我劝你提高收费门槛，不然我们能盘到你哭。他收费再高，在我们面前都得背叛。你们几个欺负一个小辈算什么本事？要不我们几个比一下，看谁能先上榜。这个提议好，不过得弄个积分制，最后看谁的积分最高。哎，小弟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？帮你们几个玩有什么意思？我想搞一个面向全国的钓鱼比赛，名字就叫100万巨物榜挑战赛。我个人出资100万作为奖金，谁拿到第1，这100万就归谁。不限方法，只要你能把鱼钓起来，就算你开一个塔钓来都可以。我参加了，不过你出的那100万还是太小气了，不能造成绝对的吸引力。这样吧，我也出200万做奖金。刘总都这么有兴趣，我也出200万，大家热闹一下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，我也不能扫了大家的雅兴。我也跟上。小老板，你是发起人，你出个章程来。这一下子就筹到了1200万，加上我的100万，这就是1300万了。既然各位老板这么看得起我，那我就开始筹备了，保准让这场比赛成为整个钓鱼界最轰动的一场。小老板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在你这里打个广告如何？果然是老狐狸，不过200万在这打广告也属于天价，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上名了。众人闻声都向船尾看去，只见一条巨物已经破开了水面。李培刚立即掏出手机，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。莫迪钓到26倍234斤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486720。哇哦！一条鱼就48万返利，这简直比抢钱还来得快啊！这条草鱼创世界纪录了吧？应该是。等比赛的时候，我们把吉尼斯纪录的人请来现场认证，给小老板这里涨涨知名度。那感情好。各位，巨物榜更新了，现在排行第1的是穆总的234斤草鱼一条。我靠，没听错吧？234斤的草鱼。我心里有一句，我操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这巨物榜根本就不是我们这种普通钓鱼老能人起的。各位，本钓场将要举办一场重磅活动，名字叫100万巨物榜挑战赛。这次比赛，第1名将获得500万的丰厚奖金。我靠，500万！现在黑坑老板都这么有钱吗？
第2名300万。我最后再讲一条规则，想必你们也知道前几天爆红的挖机钓鱼。没错，这次比赛依然没有限制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只要钓起来就算数。靠，这规则也太抽象了吧？挖机可以，那岂不是钓鸡也可以？兄弟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飞机也 OK 的。好了，大家都散开吧。具体的时间啊，我会发公告的。众人逐渐散去，唯有柳中华留在原地。柳叔，你还有事吗？找你有点私事。裴刚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。柳叔叔呢，十分欣赏你。你缺女朋友吗？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你一个身价100亿的富豪亲自给我做媒，我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柳叔叔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看啊，我女儿年轻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而且能力也挺出众，和你那是绝配呀。那个柳叔叔，你说的是哪个女儿？什么哪个女儿？我就一个女儿，你不是认识吗？是柳木青。要不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谈。确实有太匆忙了。你们年轻人先慢慢接触，以后你会发现他的好的。男孩子记得要主动一些啊。对你的爱我断了天涯。我主动个锤子，主动去瑞领天冷屁股吗？我和他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好不好？难怪柳木青想让我整一下他的老父亲，看他这样子，应该没少给他介绍对象。我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。比赛我也要参加，你那种饵料给我留着点。100万巨物挑战赛的消息一出，引得无数钓鱼佬特显神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培高。本届100万巨物挑战赛将持续15天，规则如下：本次比赛除了放药、放电等严重破坏生态的行为，可以用任何方式钓鱼。记住，一上岸才算有效。我怎么就犯规了？你们这是歧视，我这是新能源鱼竿，我就问你，我这是不是竿？不是哥们儿，你这看主星钓看多了吧？咋的左邻右火雷公住我了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！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忙碌，所有参赛者终于都缴费进场了。嗨，柳小姐早上好。拿来吧。诺，吃吧。你难道忘记了答应我的东西了吗？哦，你也早说嘛，不就是饵料吗？500块一包。等会儿转你。你看见我家那老头了吗？应该和他朋友在游艇上面吧。哼，不务正业。对了，那老头喜欢乱点鸳鸯谱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那肯定的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柳小姐这次准备用什么机器来钓鱼？还是挖机吗？没有，从工地拉来了一点小玩意儿。这是什么？工地上的塔钓。人才。刘碧丽钓到21倍，315斤连用一条，恭喜获得52万9200金币。不是吧，这么快？这才开始多久？刘碧丽原本是一个挖机师傅，她也刷到过爆火网络的挖机钓鱼事件，于是她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把挖机开了过来，没想到竟然让她碰到一条搁浅的鱼，让她一挖斗给挖了上来。最新战报，527号刘碧丽钓起315斤巨物，暂时位列第1。我气，这就是大神吗？我这刚下岗，人家都上鱼了。大佬的实力恐怖如斯。我现在去买台挖掘机还来得及吗？几位不去钓鱼吗？这都上了一条300斤大鱼了。不忙，高手总是最后出手的，让他们先钓几天，不然太欺负人了。说的有理，敌人太弱小，完全提不起兴趣啊！无奈明天要飞迪拜钓鲨鱼群，让你这水库的鱼多活几天，长点见识。我去，还是你会装。表妹，你看下面那么多人都在直播，我们是官方，不直播可惜了。你下去搞个直播呗。好吧，不过表哥，你能不能给我分配个帮手啊？怎么了？你看，你一开始叫我过来是说给你管钱的，现在又做收银小妹，又做视频运营，早上还做主持，现在又要我直播，我实在是分不开身啊。确实是表哥的不对，这样吧，你物色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帮你分担一下工作，顺便找一个直播的。所以你现在是想把人事的工作也安排给我了是吧？表妹，你能者多劳嘛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巨无榜100万奖金赛的官方直播，想来挑战的网友可要做好准备了。想挑战巨无榜，至少得是300斤以上的大家伙，所以一定要把鱼竿、线组和钓钩都升级一下，防止爆竿。或者大家可以像前面那个老师傅一样，学会借助外力，比如流的力量。我勒个豆，还真用流带溜鱼呀！拉，使劲拉！此时那牛显然已到极限，眼睛都快翻白了。眼看情况不妙，人群中冲出一个肌肉猛男，一把将鱼竿给拽住了。水牛缓了口气，竟挣脱了肩上的鞍具，撒了命的狂奔而去。你跑啥？你再跑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老大爷的身影越来越远，牛也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岸边只剩下肌肉男与那条巨物进行拉锯战。
大爷，你的鱼不要了。见无人回应，肌肉男只能接替了牛的工作。我不行了，笑死了！这老大爷太逗了。没有人关心一下那头牛吗？牛，首先我没惹你们任何人。鱼，今天差点加餐一顿水煮牛肉。兄弟，加油！区区几百斤的鱼而已，你若是把它弄上来，晚上给你加一瓶蛋白粉补补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拉扯，2人终于成功将鱼拉了上来。沈阳秋钓起50倍，350斤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140万金币！呀呼！登记下姓名，我给你上榜单。这条鱼是一个老人家钓的，不过他赶他的牛去了。你确定是那个老人家的吗？如果你放弃，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吧，做人得凭良心不是？好消息，巨物榜第1名终于被破了，新纪录是350斤。这条鱼的归属权是一位老大爷，他牵着一头牛，牙齿已经没几个了，听力还不怎么好。如果有看见了，麻烦告知他一声。消息一出，整个水坝上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瞬间被点燃了。我靠，350斤，太厉害了！无名老人，这名字太有高手范了，不留姓名，不问出处，近来侠者风范。我开始在脑海中幻想他的样子了。有没有可能，只是大家不知道他的名字呢？表哥，你猜猜我早上直播赚了多少钱？有10万吗？快分我一半。你想屁吃力，2万多一点。不过想想还要分你一半，我突然好伤心。你半天就赚了1个月的工资，还不够啊？后面再接一点渔具的推广，你就准备报复吧，小富婆。我是谁？不行，我不能偷懒，我要赚钱，我要报复。然后雇几个声音好听、身材养眼的帅哥助理，天天给我汇报工作。就在这时，来了2辆卡车，停在了大坝上。车上下来一个人，李培刚看着有些眼熟。老板你好，我在这里先打2天窝可以吧？可以啊，打呗。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，你不打窝，怎么可能钓得上鱼来？好嘞，来，下货，今天先打个10吨。只见卡车上面的油布被猛地拉开，露出满满当当的玉米粒。原来是你，刘大毛。以前听到过你的传说，本以为是大家说的太夸张，没想到你来真的。都是网上的朋友抬爱，钓鱼不打窝怎么能钓到鱼呢？要想鱼上岸，就得拿粮食换。我的妈！水库今年的伙食费算是有着落了。 2辆卡车轰鸣着将10吨玉米粒倒入水中打窝。刘大毛来了，大家快把钓位向上挪一挪，小心窝子涨水。我去，打窝线又开始进灾了。这2卡车玉米下去，水位线怕不是真要涨2公分。这熟悉的场面，怕不是那位故人吧？把怕不是去掉，这就是刘大鹏本尊。鱼如果吃自助餐撑死了，算不算工伤？话音未落，水下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。我去，那条鱼不会是这水里的鱼王吧？光是头就有小汽车那么大，怕是有500斤。估计不止，你只看到了冰山一角，还有一大半藏在水下呢。谁要是把这条钓上来，第1名网了。看来明天准备的那几10吨玉米还是有些少了。鸡脖仓钓到20倍300斤草鱼一条，恭喜获得48万金币！呀呼！裁判，快来称一下，看看具体多重。恭喜398号姚伯昌以挖掘机加钢丝组合钓上来300斤草鱼一条，荣登巨物榜第4位，请各位钓友继续努力。王鹏看着巨物榜上的名字不断刷新，心有不甘。曾经他也风光过，如今他的名字早已经消失不见，自己钓过的鱼与现在的巨物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上鱼了，快来人帮忙，我搞不定。3剑客闻声冲来。不行，拉不住了，还得来人！来了，我们一起！经过几10个人拉扯，水下的巨物终于没力气了。移钓，开天门！王鹏钓上来的这条鱼是一条翘嘴，体长近3米，体重达到了420斤。庞大的视觉冲击让场上所有人都开始沸腾。看来螺纹钢配航母阻拦索才是我们普通人的顶级套装，太震撼了，老铁们，把噜噜噜打在公屏上！我靠，假的吧？翘嘴红麻最大记录才13公斤，这条建议送检 DNA。北宁有鱼，其名为翘，翘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才420斤，我昨天梦里钓了4200斤，没截图罢了。鱼都卷到420斤了，我躺平也不错。钓鱼艇缓缓靠岸，船舷外挂着3条庞然大物，看样子都在300到400之间。哟，都知道我抓到3条大鱼，站着欢迎我呢。截止的今晚，巨物排行榜大更新，第1名王鹏，翘嘴420斤，螺纹钢加航母阻拦索；第2名楚文，青鱼380斤，钓鱼艇加垫脚轮；第3名楚文，草鱼368斤，钓鱼艇加垫脚轮。希望大家再接再厉。兄弟，你这么多鱼卖不卖？不卖，我自己拖回家。这么大的鱼，你一趟拖不完吧？我来帮你一起拖吧，兄弟你放心，我就跟在你后面，迷不了路。果不其然，钓鱼佬们集体迷失了方向，愣是在这个不大的县城晃悠了几个小时，也没有找到回家的路。
黑幕，绝对有黑幕。昨天走的时候我还是第3名，今天怎么就不见了？兄弟，事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乱说话。怎么，你收钱了？你看看前3名，一个人钓3条鱼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你在质疑我？你谁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认字啊？我就是排行榜上一人钓3条鱼的人，所以你在质疑我吗？质疑你怎么了？有本事今天和我比一场，看谁钓的鱼大。就你？行啊，给你个挑战我的机会。老板，还有那种特效饵料吗？李培刚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凉意从后背窜了上来。知道饵料的人可就那么几个，他总不会知道我有系统吧？什么饵料？没有。别啊，表姐夫，你就帮帮我吧，不然我早上刚装出去的币，下午不就被啪啪打脸了吗？听到表姐夫3个字，李培刚瞬间明白了，随便将他的饵料送人的，除了柳木青，还有谁？你自己爱装，关我什么事情？还有，别乱攀亲戚，谁是你表姐夫？我舅舅都和我说了，他很看好你，已经让你们相亲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站你这边，帮你搞定我姐。神经！两人说话间，几辆卡车轰隆隆的开了过来，刘大毛正在车边指挥。大毛老师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，天天都来帮我喂鱼。老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要想鱼钓得好，窝子必须打得饱，这叫等价交换。大毛老师今天准备交换多少吨的网？也不多，先来个20吨吧。表姐夫，这玉米打窝就能钓上鱼了。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不要叫我表姐夫。好的，表刚哥，你教教我怎么打窝呗。你不会钓鱼，那你昨天那3条巨物是怎么钓上来的？以前是钓过，但基本都是空军。不过表刚哥，你昨天那饵料是真的好使，一下干没一会儿就中鱼。李培刚眼睛一转，计上心来。看到没？这位就是江湖人称打窝新人的刘大毛老师，行业内首屈一指的钓鱼高手。你去和他请教一下，包你今天能赢下比赛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教你。那还不简单，看我的！大毛老师，这玉米能卖我一点吗？卖你那可不行，我自己都不够用呢。那真是可惜了，早就听说您是钓鱼界真正的大佬，不知能不能指点晚辈一二，这打窝到底有什么诀窍？既然你这么想学，那我就教教你。这钓鱼啊，就像做交易，听说过舍的吗？你要舍才有得，别人10斤玉米换1斤鱼，我舍了1点，20斤玉米换1斤鱼，所以我就能钓到更多的鱼。有道理。那些钓鱼佬一天天的哭着喊空军，你都不舍得给鱼吃饱，他凭什么养你的沟？感谢大毛老师，我悟了，我要用50斤不100斤玉米换1斤鱼。你是我见过悟性最高的小伙子，以后的钓鱼界一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喂，刘秘书，帮我采购100吨玉米，我马上要。对，就是玉米，包谷懂不懂？哎，不是100斤，是100吨。没过一会，楚维便带着10几辆卡车回来了。这是100吨玉米，我表姐帮我出了。你表姐不来吗？她的那个塔吊这2天就安装完工了吧？她来不了了，我舅舅又给她揽了个大活儿，估计又得忙活小半年，所以他就让我来接替他的位置，还命令我一定要拿下这次比赛的冠军。只要我办到，他就给我2年的零花钱。冒昧问一下，你2年的零花钱大概有多少？其实也没多少，也就4、5千万吧。我操，人和人的差距，有时候比人和猪的差距还大。唉，要是我能像我表姐那样，真正执掌家族业务就好了。这傻小子哪儿来的？看上去还蛮有钱的。不一会，无人机升空，吊起玉米，然后快速的飞到水库的中心位置，玉米倾泻而下。不是，现在钓鱼佬就这么晚了吗？几十卡车的玉米用来打窝，这哪是钓鱼，这是搞农业投机吧？不是钓鱼的特有钱，而是特有钱的来钓鱼了。博昌兄，你的对手确实有一点强啊，要不战略性认输吧？区区几十卡车窝料，这是跟谁学的？这哪是钓鱼，这是要填平水库啊！哼，认输不可能，钓鱼不是比谁打窝多，要是比打窝，大家早都可以回家了。就在这时，水面又响起一阵水花，只见2条堪比小艇的鱼头浮出水面，张开大口吞咽从天而降的玉米。我去，这尾巴都比人大了！之前谁说特效的？出来走2步！看见了没？都看见了没？这是现实能存在的生物。而作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楚维现在已经是兴奋的满脸红光。虽然他昨天凭借饵料出尽了风头，但是哪有现在爽？这人山人海的都在为自己的杰作欢呼。老板，你得管管啊！你再这样让他打窝下去，你这水库就废了。大毛老师，这打窝哲学不是您亲传的吗？要想鱼上岸，得拿粮食换。嗨，我就是打个比喻，讲道理。谁知道这实心眼的娃娃他真照做啊，还超级加倍。我这不也是为你的生意着想吗？别到时候水库变死塘，你损失就大了。哈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水库下面有个暗河，别说100吨，就是1万吨都能给它冲下去。所以你知道我这鱼为什么这么大了吧？哦，原来是地下河上来的鱼，难怪呢。然而楚维此刻还沉浸在兴奋之中，殊不知自己正在为全水库的钓鱼佬打窝。上鱼了，还是条大家伙，帮忙！大毛老师，你这运气不错啊，来就中鱼了，兄弟们向后面拉一点。
还好你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就被拖下去了。对于钓鱼佬来说，松杆是不可能松杆的，要么你把我拉下水，要么我把你拉上岸，没有第三种选择。我也上鱼了，哈哈哈！楚维，你继续打窝吧，我要先行一步了。哎，伙计也来了，快来人搭把手！哈，我这里也来了，自求多福吧，兄弟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！我操！整个水库乱成一锅粥。当楚维看到这一幕，特别是看到早上和他打赌的姚伯昌已经用滑轮组开始溜鱼的时候，感觉天都塌了。别打窝了，都白打了，全城公共食堂了，咱们也钓。你这大家伙最大能钓多重？一般来说1吨半是没问题的，够用了。你带上你的无人机跟我上船，今天我若是赢了，就带你去天上人间5楼喝一顿好的。晦气，折腾了半天，结果就上来个鱼苗。来了，往上拉。操控员收到指令，让无人机向上飞。只见那条钢丝立刻绷得笔直，并被一股巨力拽着向一侧倾斜。然而这条鱼的力量还无法撼动无人机，硬生生被拉向岸边。我靠，太帅了！这就是土豪的钓鱼方式吗？这条鱼太大了吧，感觉都要成精了。妈耶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恭喜368号选手楚维用轻踩绝轮的方式钓起来了506斤青鱼一条，荣登榜一。他使用的工具是无人机加钢丝。我操！降维打击，支持机器辅助。反对，机器玷污了钓鱼运动的灵魂。楼上酸傻，规则允许，各凭本事。传统派 VS 科技派，第一回合科技派完胜。一时间，钓鱼佬圈子中出现了派别斗争。人鱼博弈的传统派看不起使用机器辅助的，认为科技碾压失去了钓鱼的本真；而那些使用机器辅助的，却说前者不懂变通，固步自封。喂，什么事儿？正关键时刻呢，不要打扰我钓鱼啊！我这千斤巨物马上要上来了。你就吹吧你，排行榜我看了，你名字连个影子都没有。老哥啊，时代变了，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年轻有多凶残，无人机都用上了，还有个塔吊正在安装，明天就能投入使用了。我就是为这事找你，网上吵翻天了，说咱们传统钓法被按在地上摩擦，哥儿几个被点名了，必须来给老派挽回场子，把榜单给掰回来。那你还是不要来了，我怕你晚节不保。你那700斤海钓事件都还没处理干净呢。放心，我这回有备而来，我约了好几位老朋友，装备和战术都升级了，我们明天就能到。这次必须让那些科技钓鱼法从榜单上消失。兄弟们加把劲，这绝对是条能破纪录的鱼王。上鱼了，还是条大家伙，帮忙稳住，这应该是他最后的挣扎了。果不其然，在这次挣扎以后，鱼终于消停了，被几人一鼓作气地拽到了岸上。刘大毛使用人力鱼竿钓起50倍566斤青鱼一条，奖励180万金币。轻轻松松100万到手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。喂，裴刚啊，明天我们准备来玩一玩。柳叔叔从迪拜钓鲨鱼回来了，有没有收获？啊，这个嘛，呵呵，那个收获还不错。柳叔叔，网上的讨论看了没有？你们应该属于传统派还是机械派？本来嘛，我们这把年纪该算传统派，但人老了，体力跟不上喽，所以我们这次也打算玩玩机械钓法。这下有意思了，两边的实力看起来能掰手腕了。至于最后谁能够笑到最后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稳坐钓鱼台收金币。你们是没见到昨天那场面，我钓的那条鱼560多斤，纯靠人力拉上来的，那才叫本事。几位朋友，你们也是来参赛的？来玩一下，有你们这些大师在，我们只能当陪衬了。哪里，这里的水可深，不比我们平时也钓。听说第2名是个小白，用无人机半小时不到就拉上来一条巨物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在迪拜度假吗？楚威过来，拜见一下钓鱼界的大师们。各位大师好。咦，大毛老师，你也在啊？听说你昨天荣登榜首了，不过现在我的几位叔叔来了，您这榜首可能坐不太稳喽。啊，这各位大师能和你们同台竞技是我们的荣幸，祝你们旗开得胜，我们排行榜上见。这些人好嚣张啊，好像排行榜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一样。那个富二代叫他们叔叔，肯定是一些特有钱的人。一个富二代都闹出那么大动静，那几个富一代嚣张一点也正常。大家得加油了，2天之内至少把前3名给我们传统派抢回来。其实机器也就力量大一点，咱们人多，经验足，还更灵活。以我们的实力完胜他们，咱们还有猛男天团。哎，我的猛男们呢？等会儿我打个电话。喂，李哥，今天什么时候过来会合啊？对不起啊，大毛老师，今天可能没法合作了。我2个好兄弟非要拉我组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就对了嘛，兄弟，咱们健身圈的要团结，要重塑荣光，甩掉4肢发达的标签。你说你昨天是不是又给人当廉价劳动力了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答应人家又反悔，总感觉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们兄弟齐心，自己上大鱼难道不香？难道兄弟们还会害你？就是相不相信兄弟？信，当然信。不过咱们钓上来了，怎么算？
那肯定是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们轮流来，第一个给你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成交，干翻他们！哎，校长，你放心，我这次一定让我们蓝翔再次名扬世界，第1名啊！放心，包的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蓝翔出征，寸草不生。这么多挖机，这又是哪路神仙？喂，老崔啊，快带人来，情况有变，对方直接开了66台挖机，我们需要火力支援。李培刚原以为这挖机军团会立刻展开碾压式作业，没想到他们把挖机停好以后就围到了一起，而领队的老师居然拿出一块黑板开始现场讲课。同学们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解巨物专用饵料的5种配方，以及钩子的8种强化捆法。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刘大毛一群人本以为会见证一场工业级的降维打击，却没想到对方先开启了职业技术培训。喂，老崔，机票先退了吧，这边情况好像没那么紧急了。场面整挺大，但感觉杀伤力有限。看来是我们多虑了，这简直是给巨人配了把玩具枪，架势唬人，但还得从怎么扣扳机学起。同样是新手小白的健身猛男天团，也开启了从零学起的窘境。你看这个饵料使用说明啊，1比1加水，搅拌均匀。来，1比1，1比1是多少？1斤饵料对1斤水吗？不知道，先加一下试试看。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，总能调出来。一旁的李哥看着2人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内心开始剧烈动摇。这个组队决定是不是做的太草率了？那个我看到好多老师傅都是用玉米或者螺丝钓的，好像也挺猛的。你不早说，我们没准备啊。要不你去借一点，你和大毛老师不是认识吗？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你们买的专用饵料肯定更强。我去，水加多了，太稀了挂不上钩，再加点饵料。不要动，网上大神说了，要静置发酵5分钟，这是灵魂。灵魂啥？再发酵就成汤了。要发酵，听专家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达刚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最近大火的100万巨物挑战赛现场。听说这里的鱼最少都是100斤起步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大连鳙。为了对付这种怪兽，我准备了定制螺纹钢龙骨干，配上40号的主线。今天我就为你们表演一下如何单手拉起700斤巨物。小伟啊，听说你表姐给你布置了一个任务。舅舅，你不去钓鱼吗？我还想看看你施展雄风呢。别打岔，你表姐都跟我说了，让你代表她跟我比一场。舅舅，我哪敢和你动真格的？待会儿我一定让你一点。啊！我需要你让？笑话！我就是来和你确定一下，好让你表姐输得心服口服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那我可不留情面了。那个，其实适当让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如果你真碰上特别大那种，放一下水，舅舅给你1个月的零花钱，怎么样？表姐奖励的可是2年。那个，舅舅，我们还是公平比赛吧，毕竟我已经答应表姐要尽全力了。怎么嫌少啊？那2个月吧。嘿，最多3个月。可别得寸进尺啊！舅舅的私房钱也不宽裕。怎么会？我就是单纯想钓鱼。舅舅你放心，我那3脚猫功夫哪能跟你比？之前能钓到，那不是因为您这位大神没下场吗？好好钓。其实舅舅还是很看好你的。对了，你老莫叔想试试无人机，你把设备给我，我帮他拿过去。啊，舅舅，我等下可能也要用。舅舅这是为你好，这高科技水深，你这样的年轻人把握不住。那我要是用别的工具，您几位不会再来借了吧？当然不会，你小子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行了，你忙着吧。哼，幸好表姐还有后手。喂，表姐，果然被你说中了。启动 B 计划，让塔吊师傅可以进场了。纳米华抛出信心满满的第1杆。兄弟，我看别人钓鱼都是先打窝，我们要不要也试试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知道你们这么莽，直接开钓啊！不过现在打窝也不迟。我们莽，也不知道是谁前几天白打工还不长记性。别吵了，浮漂下沉了，快拉！健身圈的荣光从这第1杆开始。我们说好的，第1条算我的。靠，兄弟之间就这点信任吗？放心，肯定是你的。以我们这上鱼速度，今天就能干几条。爆缸了，今天刚来的，还不知道这里的深浅吧？你们来钓鱼都不看看攻略的吗？这里至少得上螺纹钢了。你看你又有不早说。不过我给渔具老板说了，我要钓大鱼的，他这明显是坑我啊！那现在怎么搞？我们就只这1根杆，要不我们原地解散吧？楚维看着不远处不断有人中鱼，心里像爬了许多蚂蚁一样难受。师傅，塔吊装好了吗？好了，就等你下命令。你到岸边来，我先装鱼钩，等下听我指令。啥？这塔吊也是楚维的？氪金标的，口不如诗啊！彪哥，你又带偷懒了？哪能叫偷懒？我这是合理休息。你今天不直播？正在直播啊，网友们都看着你哩。靠，不早说。大家好，误会啊，我没有偷懒，我只是休息一下。大家都在忙，兜里躺着吃冰棍。我是老板啊，哪有老板亲自干活的？那我还是老板的表妹哩。呵呵，要不你找点活给我干？
老板，你家厕所都满了，快去清理一下。老板表示没听到，并表示晚上就拿那些东西去喂鱼。老板这么闲，要不就让老板当主播吧。这个主意好，表哥，大家都想看你直播，要不要满足一下大家的需求？我社恐，播不了一点。表哥，要不要我告诉舅舅，你天天压榨我？播，现在就播，不过就播一上午啊，下午你自己播。大家好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大家想要看什么，我带你们去看。什么？想看厕所？你们的口味挺独特啊，但我偏不去，咱们去看鱼。李培刚的直播风格主打一个不听劝，你们越想看什么，他越不做什么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水库那边大家的战况吧。什么？你们刚看完？可是我还没看呢，你们就当带我去了解一下吧。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来看看咱们钓场的打无仙人楚威、楚大少。哥，你就别埋汰我了，今天我一条小虾都还没有上呢。呀，你怎么换字啊？昨天那个狂爱巨物的宝贝呢？塔吊的位置没安装对，偏了10几米，重新安装也来不及了。按你的风格，不该原地再续个窝子，把鱼诱过来吗？可不敢了，上回100吨玉米打下去，直接喂了地下河，全水库差点跟我急眼。兄弟，你这脑子的转转弯，这水库的巨物一天吃多少？你喂100吨是浪费，喂20-30吨就叫精准投喂。大毛老师的至理名言你忘了？等价交换，用玉米换鱼肉，打窝打得多才能钓得多。对啊，你看你今天没打窝，是不是空军？信我的，下午打个20-30吨，明天一早来绝对爆火，榜一大哥的位置非你莫属。哦，有道理。哥，我相信你，我这就让我表姐钓玉米。去吧，哥等着看你明天上就。我只是说说而已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行了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信。李培刚、李培光，这是家里有矿吧？鱼。听我说谢谢你。李培刚也挺无语，笑着关了直播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楚威的执行力远超他想象。这动静又是道上的哪位朋友？这塔吊又是楚维那小子，这回我可没忽悠他。天空又下玉米雨了，打窝仙人重出江湖了。这哪里是打窝仙人，这他妈是傻！这明明是行走的财神爷，我要这么有钱，我也这么玩。小维啊，你这又是搞什么？舅舅，新时代要用新钓法，我这叫战略性投入。昨天100吨是意外，今天这才50吨，稳得很。才50吨，50吨都用才来形容了吗？谁教你这么打窝的？这不纯忽悠人吗？自然是大毛老师教的，这叫等价交换。教你打窝的刘大毛，自己今天都空军，你怎么就不开窍呢？那是因为他今天没续窝，他昨天打了20吨就成了榜一。我打的100吨，虽然都入了地下河，但我也得了第2名。所以啊，舅舅，您的老经验过时了。好，我不管你了，我倒要看看你的等价交换，50吨玉米究竟能换到多大的巨物。刘强钓起80倍596斤草鱼一条，奖励500万金币。哇哦！邓大刚钓起80倍608斤连用一条，奖励500万金币。大师果然是大师啊，靠纯手艺硬刚机械，直接霸榜。这样的大师多来几个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哥仨来，就想证明一件事：在真正的技术面前，装备只是辅助，人力一样能征服巨物。这榜单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巨物榜瞬间刷新，邓达刚、刘强、刘大毛分别以608596和566斤的绝对优势领先其他人。中巨物了，兄弟们，快来搭把手！来了！我的天，这一居然是金黄色的，是锦鲤，传说中的黄金锦鲤。兄弟，你这运气简直逆天了！兄弟们用力啊，千万不要让它跑了！目测这条锦鲤至少500斤以上。都到岸边了，跳下去几个人直接抓上来吧！你是不是傻？这种大鱼一尾巴拍身上，你得亲一块死一块的。兄弟们别急，不差这几分钟。经过一番激烈搏斗，一条金灿灿的巨鱼被拖上岸。王鹏钓到50倍500斤锦鲤一条，由于奖励金额超过本阶段上限，自动转化为补偿。物品如下：顶级技能残片，翔鱼18钓姿，一钓开天门。嚯，这阵仗可以啊！这品相换古代绝对是祥瑞，能上新闻。我要钓到这鱼，估计一辈子都不用发愁了。老板，可以帮忙把这条鱼放回水里吗？靠，他在说什么？要把这条鱼放回水里面？是我幻听了吗？我也脑袋傻了，这种天大的机缘呐，一辈子都不用愁的财富啊！兄弟，别冲动，我出100万，你把它卖给我吧。你想屁呢？你在后面加个0还差不多。放生，你想清楚了，它的价值可能超乎你想象。我想清楚了，我钓鱼钓的是一份心境。如果今天靠它换了泼天的富贵，那么我钓鱼的心就不会纯粹了。而且它是名副其实的锦鲤，它应该回到水里，给更多人带来好运。行吧，
你们都让让啊！一定要开天门。王鹏是吧？心性不错，钓鱼钓到最后，钓的是自己的境界。好好保持，未来钓坛必有你一席之地。王鹏听到李培刚的话，感觉热血沸腾，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，一人一竿，独自面对江河湖海。李培刚故意摔倒，快拉我一下，腿抽筋了。我管你骨骼清奇，是万中无一的钓鱼奇才。我这有一本秘籍传授给你。老板，我没钱。谁跟你要钱了？这是你放生那条锦鲤的奖励，拿着吧。嘿嘿，谢谢老板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学了这里面的东西，你就退出现在的比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你学了这个以后，去更大的水域钓真正的大鱼，然后卖给我。可以，不过老板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，就当是提前支付报酬？我先给你转10万，不够再说。不，10万太多了，1、2千就够，我就加点油，买点干粮。你昨天那条鱼要卖的话，100万起步，这10万真不多。老板，我放生它，就是怕自己钱太多会乱了钓鱼的心，所以我不能要太多的钱，至少现在不能。那行吧，我先给你5000，至少宽裕些。那个，还是给我10万吧，我还有10来万信用卡没还，银行的催款电话都要打爆了。最终李培刚给王鹏转了15万。你去吧，江湖路远，一定要记得。老板，你说上了巨物，优先卖给我。哥，听说昨天有个人钓上了500斤的锦鲤，又给放了。这消息都传到你耳中了，那岂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？我们钓鱼佬有个群，群里都说翻天了。不过那人是不是傻？这种好东西也放了，卖给我多好，我高价收购。他跟你们不一样，他是一个纯粹的人，人家钓的是心境，你买的是热闹，你们道不同。切，你们清高，你们了不起。对了哥，猜猜我这次带来了什么装备？不跟你吹，有了这个大宝贝，这榜一必然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哦，除了塔吊和玉米，你还能整出什么花活？陆巡，亮家伙。陆巡配合的指向窗外，只见一台特种工程车上，2只机械臂撑着一张巨大超网。楚威，这里是水库，不是海洋牧场，规矩是只能钓，不能网。难道你不知道？哥，我这可不是渔网，而是超网。你说可以用超网的，但没说尺寸，那我用大一点的很合理吧？这么清新脱俗又欠揍的想法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你在这给我卡 bug 呢？不过你说的挺有道理，行吧，理论上没毛病，但仇恨值你可自己扛稳了。无所谓，我从小就是大家嫉妒的对象，习惯了，对吧，陆巡？那是，从小仇恨我们哥俩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这1800的。就是他们恨他们的，我们赢我们的。老板，那机器上的网是谁的？别说是想用那个做超网，还是您老眼毒，一看就明白了用途。这就有点夸张了吧？究竟是哪个天才想的主意？还能是谁？你的半个徒弟呗。你小子，钓鱼的智慧全用在钻空子上了是吧？老板，这么大的网，它合规吗？按理说应该是合规的吧，毕竟鱼都这么大，普通的超网也超不上来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有这个东西优势可就大喽，至少得节约1/4的时间。那你们得努力了，不然一不小心被这小子偷塔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以我们的技术，小超网轻松拿捏，别说节约1/4的时间，就算节约2/1的时间又能怎样？我靠技术压他半小时，让他放马过来。上鱼了，陆巡，快启动超网。机械臂超网精准入水，稳稳兜起一条588斤巨物。嘿嘿，兄弟，我这降维打击帅不帅？基础操作罢了，不过关键还是我昨天窝打得好，把鱼群养在了家门口。那是，维哥的窝打得很溜，今天要不要再补点货？你傻啊！要是那些鱼都喂饱了，还会咬钩吗？我们是钓鱼，不是搞养殖，现在要精准投喂，保持它们的适度饥饿感。哦，维哥果然是钓鱼高手，什么都懂。那咱们今天要不要再带上鱼去街上转2圈？上街炫耀没啥意思了，我们的目标是那条黄金锦鲤，等钓上来了，我们1年的零花钱都不用愁了。那你表姐让你战胜你舅舅的事还办不办？我舅舅现在不值一提，他玩的都是我玩剩下的，而且还老派纨绔，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而另一边，学了钓鱼术的王鹏，则找了个黑坑，开始为李培刚钓起了巨物，抛出信心满满的第一杆。昨天黄金锦鲤现世的视频引爆全网，现在每个钓鱼佬都在期待自己成为下一个传奇。表妹，我哥今天没来吗？表哥出去谈正事了，说是为水库升级改造找投资，得去2天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哥要找投资，那还出去谈什么？找我啊？要多少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吗？就算我不够，不是还有我表姐吗？表姐，我给你找了一个赚钱的买卖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哥的水库要找投资了。谁是我哥？李培刚啊，我亲哥。舅舅，今天战况如何？别提了，就剩一条200来斤的小克拉米，距离榜单差远了。
舅舅，你觉得这个水库怎么样？挺好，大鱼挺多的。听说老板要找投资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听说这水库要投10几个亿打造度假村，你是知道的。舅舅这2年的生活费都用来钓鱼了，哪里还有钱投资啊？对了，小维，无人机我玩腻了，把你塔吊借我玩玩呗。舅舅，你不是说无人机给你，你就不抢我东西了吗？我没抢啊，我看你的塔吊今天也不忙，不如借我玩2把。你去玩无人机，也许咱们能双赢呢。我信你个鬼！另一位技术流的代表蓝翔老师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王老师，按照你的理论，这鱼应该报复啊，怎么净上些100来斤的小家伙呢？同学们，钓鱼是一门玄学，不是一门静心的艺术，最忌心浮气躁。当然，也可能是这2天太热了，鱼没什么胃口，我们一定要稳住，要相信我们的技术。中鱼了，中鱼了！师傅，快起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科技的厉害。真是科技改变钓鱼。恭喜柳中华钓到680斤，连用1条，使用的工具是塔吊加钢索，刷新了今日的巨无榜榜首。榜1又换人了，还是塔吊，工具罢了，时间还早，咱们靠本事吃饭的，怕啥？没毛病，只要我们几个在，这榜1的位置就没人能坐热乎。来了，来得好，一钓开天门。你这天门开的是菜市场吧？搞错了，再来。我刚回来就看见榜1换你舅了，什么情况？你舅舅怎么又上塔吊了？还能是什么情况？我舅舅套路我，他用无人机跟我换塔吊，说什么双赢，结果他自己钓上了那条大鱼。所以你昨天打的窝就这样成了你舅舅的嫁衣？可不是吗？对了哥，你投资谈的怎么样了？差多少？我跟我表姐说了，包圆。什么投资？表妹说你去外面找投资了呀？那个啊，我那就是想偷个懒清静2天，随口编的理由。咱这水库系统每天的奖励，运营收入还算稳定，暂时不需要外来资金。真的假的？可别是不好意思跟我姐开口吧？这样吧，等我把我舅赢了，拿到了零花钱就投资你，怎么样？我每天至少都有几千万入账，这种赚钱速度，那都能比得上一些上市的大公司啊。嗨，没想到想偷个懒，还真有人当真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投资就是赢了你舅舅，证明自己。你的零花钱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连续几天毫无收获，王老师被领导训得抬不起头，他痛定思痛，决定亲自上阵，给学员们做个示范。今天不钓条像样的，我这教练也别当了。只是一瞬间，那条钢丝就被拉得笔直。我去，真上鱼了！看样子还是条大货。这一次我将重振蓝翔荣光。王老师拉起机械臂，试图后退稳住机身，只是下一秒他就感觉不对劲了。明明踩下了油门，挖掘机却纹丝不动，反而被水中巨物拖着向水库边缘滑去。国强，快开挖机帮我拖住！一旁的国强顾不得自己还在钓鱼，马上就开了过来。只是王老师的挖机已经被鱼拉得立了起来。国强，你快点啊！我要下水了。情急之下，后面的国强已经把挖机臂按在了他的机身上面，只是这一按，竟然将王老师的挖机直接推进了水里。挖机被鱼拉下水了！我靠，这得多大的鱼能把挖机拖下水？技能上叶修吧。我他妈叫你救援，谁让你推我的？王老师，我想着把它按住来着。那你按啊，你推什么？你科目2怎么考的？各位钓友请注意，从今天起，水库广播站将不定期播报实时趣闻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条播报：蓝翔技校的挖机都在3分钟前被一条不知道多大的鱼拉下了水，所以请大家钓鱼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，穿好救生衣哦。你要播报就播报吧，为什么偏偏在我刚刚下水的时候来播报？这跟当众处刑有什么区别？你们看，挖机上的钢丝都快被拉断了，这水库里怕不是有水怪吧？应该是挖机落水时撞断的，鱼怎么可能拉断钢丝？王老师也看向了那段掉了的钢丝，他忽然感觉背后有些发凉。这钢丝承重至少1吨，什么鱼能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最新播报，落水的挖机已经被打捞上来，但是我们发现拉鱼的钢丝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拉断了。蓝翔技校的王老师怀疑水底是否有未知生物，详情敬请期待后续。你怎么知道我怀疑的？我还没说啊。就在这时，几个老外走了过来。你好，这里就是举办巨物挑战赛的石泉水库吗？我这水库都这么出名了吗？连老外都来了。是的，这里就是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这地方太偏了，我们找了3天。谢谢你，朋友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杰里米·威德，他们是我的队友。请问你叫什么？我叫李培刚，是这个水库的老板。你们认识？原来你就是老板，
巨物挑战赛的发起者。不过为什么这上面写着塔钓加钢索？在这里钓鱼没有太多的规矩，只要你能钓上来都可以。远处忽然传来一声惊呼，只见水面一人正死死抱着鱼竿，被一条巨鱼拖得在水面上滑行。好爽！救命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，难以估量的生物力量。老板，我恳请加入这场比赛，我希望我的名字能留在这张榜单上。当然可以，不过你得先到那边扫码支付调费。期待你与怪物的交锋，祝你好运。你们猜我看到谁了？杰里米维德。那是谁呀？打篮球的吗？河中巨怪看过吗？那里面的主角满世界钓食人鱼、鳄雀鳝，专门解密水下怪物的传奇钓手。不是吧？你说那个牛人来这里钓鱼了？消息传得很快，不一会儿，杰里米维德所在的钓位就被钓鱼佬里3层外3层围住。杰里米，早些时候那边有一台小型挖掘机被水下的东西拖下去过。这不可能，挖机的力量都是以吨计算的，那种力量的怪物，这样的水库可藏不出来。可那钢丝被拉断了是事实，我都看见了。走，立刻去现场。摄影师注意拍好细节，这个素材应该不错。Oh my god！ 这痕迹，这力量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水库里一定藏着一条超出文献记录的怪物，或许它跟我们在水坝上看到的是同一条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它钓上来，揭开谜底的同时，顺便把比赛的奖金拿了。我去，这不是极限求生那大神吗？居然在这儿碰到了，看样子这次丢人是丢到国外去了。嗨，先生你好，这些挖机是你的吗？你好，这些挖机是我们蓝翔学员在实训操作呢。来蓝翔学挖掘机用的都是真机实操，工地同款，老师傅手把手教，从挖沟埋管、精准平整到高难度吊装作业，还有现在的水下垂钓，学的都是真本事。学真技术就到蓝翔。我靠，王老师的操作实在是666啊！如果真把这段剪辑进去了，这波广告直接打到国际了。我要是蓝翔校长，得连夜给他发奖金，封房子，娶老婆。笑不活了！你们看杰里米的表情，从严肃探究直接到蒙圈了。Oh, good, very professional. Yes, 蓝翔 good, very good. 老板，我在黑坑钓的鱼都找车给你运过来了，全是活力十足的大货。哦，还得是你，一会我让人给放水库里，给咱们的选手们加点惊喜。吃饭了吗？没吃一起吃点。王鹏，你说钓鱼佬会追星吗？当然不会，我们的眼中只有鱼。是吗？那为什么那个杰里米维德一来，一大半钓鱼佬都跑去围着他转了？谁？老板，你说谁来了？就那英国的专家，专钓巨物的，好像挺有名，现在正在水库钓鱼呢。康哥，晚帮我收一下，我需要个签名。不，我去学习一下先进技术。杰里米手中握着特制海竿，突然鱼漂猛地沉入水中，上鱼了。这力道是个大家伙。助理看到这一幕，立刻上前抱住杰里米的腰，但两人仍被拖向水边。这时，旁边的吃瓜钓鱼佬一拥而上，好在人数比较多，这才把局势稳定下来。谢谢大家，小心！就在这时，助理因手心出汗突然打滑，后面的一群人因为惯性直接向后躺下去，杰里米则被巨力拽得向前扑倒，手中的鱼竿也脱手飞出。然而鱼竿并未落水，在空中一个旋转，被一只年轻的手稳稳接住了。只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做着一个奇怪的姿势，就这么硬生生的把这条鱼给拉住了。鱼线依旧紧绷，他却纹丝不动。Oh my god！ 这就是东方的神秘力量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咱们7、8个人都拉不住，王鹏这小子轻而易举就拉住了。录下来了，这下子又要火了。一钓开天门。王鹏双臂一震，一条近100斤的青鱼破手而出。Oh no！ Oh my！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和耐力。宪哥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怀疑我在做梦。宪哥，你真打？我看你就是欠打。怎么样，清醒了没？哎，刚才那个小兄弟呢？老板，你一定认识刚才那个人，对不对？请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一下，这对我研究鱼类行为学非常重要。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来。我母鸡啊，王鹏这小子又写圣了啊！这下子外国大神都招来了。老板，是王鹏，就是钓上500斤黄金经理又放心的那个。Oh my god！ 这一定是神秘的东方力量。老板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年轻的小伙，我要向他学习。我可以说我不认识他吗？老板，这个玩笑并不幽默。要见他也可以，不过您也知道我这水库有一条大货
你要是能钓上来，我就让你见他。同时，我还让你知道他获得神秘力量的秘密。Oh my god！ 老板，你可要说话算数。放心，钓鱼佬不骗钓鱼佬。恭喜杰里米维德钓起708斤青鱼一条，荣登巨物榜第1，让我们祝贺他。你们看，单手拉起700斤，轻轻松松不是吗？现在还质疑我吗？啥也不是。毫无疑问，李培刚的水库因为杰里米的加入，又一次成为了全网的热议话题。李培刚这个水库老板不简单，还有那个叫王鹏的年轻人，去暗地里调查一下，低调点。我要知道这水库到底有什么秘密，能让一个普通钓场变成巨物圣地。特别是那个年轻人一钓开天门的说法，是真的噱头，还是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资源？明白，我这就安排人混进钓友圈。陆巡第1名居然700斤了，咱们得加油了。威哥，听说那条鱼是一个人单手拉起来的，猛的一批呀！单手？切，那都是原始人干的事儿。咱哥俩玩的是自动化，无人机侦查，塔吊精准下钩。其余我连手都不用沾，这就叫双倍的效率，双倍的快乐。刚哥，我把翔鱼18钓那招在杰里米韦德面前漏了，是不是给你惹祸了？没事，反正这事迟早都要被曝光的。警告！检测到水库生态平衡面临未知风险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下一阶段升级，以解锁核心防护功能。能查出来是什么危险吗？还有多久会出现？危险未知，时间未知，请尽快补充稀有巨型鱼种，强化系统生态库，这是升级的关键条件之一。升级到下一阶段，危险会自动解除。你最近还是不要在水库露面了，换个任务，跟我去盘一盘周边那些黑坑老板，咱们去进货。谭老板，你要跟我说这个，我可就来劲儿了啊！表哥，麻烦你件事动用所有渠道去收鱼，30斤以上的全要，品种不限，价钱好谈，关键是稀有，个头大，有活力。明白，交给我。兄弟，打听一下这儿的老板在哪里？我就是，你们有事？当然是盘老板啊，难道来这里旅游啊？口气不小，我这里都是巨物，可不是新手村。老板，你可曾听过石泉水库？和那里的鱼相比，你这里的只能是小虾米。可不要说石泉水库了，自从那里火了以后，都没人来我这里钓鱼了，我都想把这鱼塘转手了。转手多麻烦，这样我们今天把你这里的大鱼都盘了，你也回点血，怎么样？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行啊，你们要真有这本事，盘上来的都算你们的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。裴刚，这里有2条国外进口100多斤的鱼，价格有点高，1条10万，要不要？价格不是问题，只要合法合规，有多少买多少，买来直接秘密投放到咱们水库的隔离观察区。李培刚交了调费，就和王鹏找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位置，两人悄悄使用了系统出品的中型饵料，鱼饵刚入水，鱼漂就猛地一沉。阿威18式全套不打折。翔鱼18钓，一定开天门。接下来的场面堪称魔幻，两人几乎每隔1-2分钟就狂拉一条巨物上岸。鱼塘老板从最初的漫不经心，到渐渐瞪大双眼，再到嘴巴越张越大。不是兄弟，你们这刚抛下去就咬，几秒钟就上岸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里可是巨物坑，里面都是30-40斤以上的大鱼，50-60斤的鱼也是有的。你当这里是那些比赛抽小鱼的黑坑啊？李培刚一回头就看到老板一副见了鬼快要心梗的表情。老板，站远点哈，小心把你撞倒。兄弟，我最近好像没得罪什么人吧？值得你们2位大神来我这小鱼塘子？老板，真别多想，我们就是引大技术还成。这样钓上来的鱼按照市场价向你买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哥们儿，你看这是闹的，兄弟爽快，以后常来。算了，还是别常来了，我这小心脏受不了。一钓开天门。那个兄弟，我一直想问，你们为啥每拉一次竿都要喊个口号？一个阿威18式，一个一钓开天门，跟对暗号似的。我平时喜欢大保健，喊出来带劲提气。我这朋友纯属武侠小说看多了，中毒太深，你别在意，就当是我们自带的超级加倍 buff。刘老板，你和李培刚挺熟的，不如你去打听打听，那单手钓700斤的功夫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里头有没有什么科学门道？高总，你可别抬举我和他也就钓友交情。以前我是有心撮合他和我闺女，但是人家没答应。要不咱们使点非常手段，请他过来聊聊。胡闹！现在是文明社会，做事要讲规矩，先礼后兵，懂不懂？莫老哥，你觉得呢？竞争这些没用的，依我看，等那小子回来了，真诚点，当面问，说不定人家愿意分享呢。就在这时，船体右侧传来扑通一声闷响，整个游艇猛地一晃。什么动静？可能是那边的塔吊或者什么机器在作业吧。
别一惊一乍的。这不可能！这个淡水环境，这里怎么会有如此体型的巨骨蛇鱼？只见在水库的中央的游艇旁边，一朵巨大的水花飞起，一条将近8米的庞然大物没入水中。是巨骨蛇鱼，据说它们拥有巨大的咬合力，小心点，千万别被它拖下水。你们快看，巨骨蛇鱼是不是在攻击游艇？突然的撞击令游艇内一片狼藉。我们被什么东西攻击了？这里可是水库，能有什么袭击？不管是什么，先离开这里，快开船！快看外面，那是什么？鱼，好大的鱼！这一次撞击让船上的人都或多或少都受了点伤。不好，我舅舅在上面。陆巡，你从小就聪明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维哥，别急，我这就想办法。陆巡也急得冒汗，目光四处乱扫，突然定格在身边巨大的塔吊和吊斗上，一个离谱但又似乎可行的方案蹦了出来。维哥，我想到办法了，把吊斗放下去，降到游艇的甲板旁边，让你救他们爬进去，再用塔吊把他们吊到岸上来就可以了。哇，天才啊！陆巡，你真是个大聪明。师傅，快把吊臂移动到坝上去，用抓斗把我救他们捞上来。办成了，天上人间的好酒，我管你1年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看那鳞片像巨骨蛇鱼，但这尺寸大的离奇，我不太确定。这水库里面的鱼哪个不是放大版？说点有用的。这么说，应该就是巨骨蛇鱼。可这鱼不是很温顺，从不主动攻击人吗？那是普通尺寸，眼前这位的东位不好说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开船往岸上冲啊！千万不要移动的目标更刺激它。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拆船吗？等等，也许会另有转机。舅舅，你们看天上，坐进抓斗里去，准备上岸。那条鱼都快赶上游艇大小了，一尾巴差点把船掀翻了，这力道也太恐怖了。他会不会饿极了，看见什么就吃什么？咱们在这安全吗？我们应该没事，但是这水库的其他鱼可能要遭殃了。抓斗被放到了游艇的正上方，几位富豪正准备跳进去，结果一条巨大的尾巴从天而降。这一幕幕刺激惊险的画面，让岸边的钓鱼佬放弃了钓鱼，准备随时救人。陆巡，快帮我想办法！我知道你最聪明了。停，我在想，我马上想。有了，师傅，快把抓斗沉入水里，让他们游进去。抓斗缓缓沉入水中，水面的几个人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拼命向抓斗游去。巨鱼又是一尾巴，几个人反而被这水流直接冲进抓斗，还来不及喘气，塔吊便开始缓缓上升。实在是太惊险了，好在他们总算得救了。这剧情简直比灾难大片还刺激。跟顶级大片比还是有差距。按灾难片的套路，这时候一般会有个2次危机，比如葫芦仙话音未落，抓斗下方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急速上冲，他的整个身躯向着还没有完全拉出水面的抓斗跃去。仙哥，你是反向预言家啊，嘴巴开过光吧？我下次尽量说点吉利的。巨骨蛇鱼从水面跃起，血盆大口向着抓斗喷去，然而抓斗是向上升，跃起的巨骨蛇鱼就被卡在了抓斗的钢结构外缘。那巨骨蛇鱼似乎急了，我身体快速的扭动拍打，让抓斗也跟着剧烈摇晃。几番挣扎后，巨骨蛇鱼终于挣脱，扑通一声重落回水中，激起滔天巨浪，随后消失在深水区。抓斗则晃晃悠悠，安全抵达岸边。水库周边的钓鱼佬这才放下心来。几个富豪都受了伤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看着凄惨无比。楚维急匆匆赶来，舅舅！柳中华歪着头闭着眼，神色萎靡，呼吸微弱。楚维看着柳中华的模样，将他放在了地上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他低头慢慢靠近柳中华的脸，对不住了，舅舅，我这也是为了救你。臭小子，你想干嘛？啊，舅舅，你醒了？我特么的就没有昏迷。我喊你这么多声，你都不理我，你闭着眼睛吓我呢。犯得着吓你吗？我只是想静静。静静是谁？这种时候你居然想她？舅妈知道吗？这孩子哪里都好，就是智商这块过分单纯了。小伟，这次舅舅欠你一命。那舅舅可以给点零花钱吗？我最近看上了一套新渔具。滚！很快一辆救护车到来，将柳中华几人给拉走了。雷哥，你确定不去照顾你舅舅吗？我不能去，那东西差点要了我舅舅的命，我要帮我舅舅报仇。陆巡，去帮我找人买条大鱼，不是普通的大，是要那种能上新闻的大。维哥，你该不会是想这行吗？你就说你帮不帮我？帮，必须帮。那好，我们兄弟就把他干上来。两人说干就干，在塔吊上装了几个大号鱼钩，将收购来的大鱼挂在了鱼钩上，向着水库中间移动着。李培刚，25岁，本地人，毕业于……一份关于李培刚的资料出现在男人手中，内容详细到令人发指，包括3代亲属、教育经历、工作记录以及最近接触的所有人，连他上周3晚上吃了什么都有记录。你还挺认真啊。我觉得事情十分蹊跷，那个水库里面的鱼已经突破了生物的生长极限。我们检测过水质，
除了矿物质含量略高，没有特殊之处。而且呢，水库3年前因为地下河改道干涸废弃，却在最近6个月突然重新蓄满，水量积累速度极不正常。那这个水库老板和那个叫王鹏的小伙，他们拥有的力量，你怎么看？不知道，目前没有合理解释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关于这个水库，民间流传着好几个版本的传说。哦，都有什么传说？一个神话传说，在这份文件的最后几页。中年人翻看着这一个个神话故事，嘴角一抽。乱弹琴，这东西你也信？要是真有这东西，那我们就该成立一个超自然现象调查局了。我其实也不信的，但如果不相信某种超常规解释，目前所有的现象都说不通。那鱼的力量、速度、体型，完全违背了生物学规律。行了，先去把那2个小伙子请过来谈谈。至于那水里面的东西，弄几条去研究室，我想他们会很感兴趣。说，老大，石泉水库发现了不得了的大家伙，已经让好几个人受伤了，差点还死人。具体一点，不要一惊一乍的。有视频，你看了就知道了，我马上传给你。很快视频传了过来，正是那几个富豪被攻击的视频。快去！第一，把那水库全面封锁，设立警戒线，禁止任何人靠近。第二，组织专业捕捞队，把那2条鱼控制起来，活的死的都要。第三，把水库老板李培刚带来见我，迅速但要客气。第四，那个叫王鹏的年轻人也一并请来，立刻行动。明白，马上去办。次日清晨，李培刚匆匆赶了回来。表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出大事了！高启盛手被骨折，其他几个富豪伤得也挺重的，咱们鱼塘不会有事吧？别急，我先打电话和他们沟通一下。我跟柳叔关系还算不错，应该能协商。喂，柳叔，你们怎么样了？哟，大忙人，终于知道给我们打电话了。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刚知道消息就赶紧联系您了吗？柳叔，你们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你应该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不和你废话了。老莫、高总他们几个可对这事儿记恨上了，我们在自己地盘上都没吃过这种亏。柳叔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次的医药费、康复费我全包，而且额外给500万作为精神补偿，怎么样？你小子这么有钱吗？不过你看我们哪个像缺你那几百万的主？我也不和你绕关子了，我们想要你和那小伙子的那种力量，我们知道你有办法。这样吧，我们承诺，只要事成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而且我们还认你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的资源、人脉以后随你用。柳叔，不是我不答应你，只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，而且也讲天赋，不是谁都能。这个到时候再说，现在你就说答应不答应？好吧，但我先把话说清楚，我只能提供机会，能不能学到，我真不敢保证。学不到那是命，只要你答应就行。行吧，柳叔。不过这里发生的事情，你得帮忙跟上辈打个招呼，毕竟影响挺大，我怕。放心吧，会给你安排好的，包括媒体那边也不会有人找你麻烦。挂了电话，李培刚就看到水库拐进来2辆特种车。这招呼还没来得及打，人就先来了。你们好，请问来这里有什么事吗？你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是的，我是这里的老板李培刚。那行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对，如果是普通调查，应该先询问情况，查看现场。为什么直接要我上车？那个叔叔，关于昨天的事，我已经和伤者私下协商好了，他们同意不追究。您不信可以打电话问问柳中华先生。这是我们局长亲自下的命令，不用再确认了，请配合。那我可以先打一个电话吗？可以，尽快。李培刚电话刚打通，柳中华焦急的声音就先传过来了。李培刚，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了？你们就是我最近得罪的最大的人物。柳叔叔，到底怎么了？那边我说不上话，你自己小心吧。这时，李培刚想起系统所说的危险。此时，李培刚只能把希望放到了那系统升级上，只要有了那1000金，就能让系统成功升级，危险自然解除。李培刚快步走到楚维跟前，秘密地把手伸进楚维的外套内袋，塞入一个鼓囊囊的东西。刚哥，你这时一定要吊起来，我的命就靠你了。楚维一愣，手在衣袋外按了按，感觉到口袋里硬物轮廓是一包鱼饵，心中一阵亢奋。我去，跟他要好几次都说没了，这次竟然主动给我了，看来我哥这次真的有危险了。这次我既要帮舅舅报仇，又要救我哥，我简直就是个大英雄。随后，李培刚跟着叔叔上了车。维哥，刚哥他什么都别问，准备干活。今天我们必须把那东西钓上来。李培刚被带走后，钓鱼佬们气氛凝重，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：听说老板涉及非法养殖保护动物。不是吧？我听说是水质污染被举报了。你们都没看到视频吗？那鱼成精了。老板这是犯了什么事？看那警车的规格，不像是普通纠纷，这是要直接抓回去吗？难道是那几个富豪动用了力量？听说他们背景深得很，这次吃了这么大亏，
怕戏难搞。不像，要是富豪报复，应该是找律师查封场地这种手段。刚才那些警察，感觉是更上面的部门。哎，看来这比赛是彻底的黄了，明天大家都不用来了。那你说以后还可以在这里钓鱼吗？我是真舍不得这地方，鱼情还好了。让你们钓，你们敢钓吗？昨天那场面忘了，那东西能掀翻船。现在老板又出事，所有人都在议论李培刚被叔叔带走这件事，只有楚维拿出对讲机。阿威师傅，把鱼拉上来，我来上点猛料。等塔吊把那条鱼拉了回来，楚维也没有把鱼换下来的打算，而是直接把饵料放进了鱼的嘴巴里面。维哥，这是？刚哥给的猛料，这东西对水底那些大家伙有特殊吸引力。哥们儿临危受命，一定要把那2条巨骨舌鱼干上来一条。同一时间，水库最里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王鹏也拿出了一包饵料。他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李培刚跟他说过的话：等下车，你就到水库的最里面去钓鱼，记住，一定要钓1000斤以上的，拉不动的马上切，太小的也马上切。这次咱们能不能渡过难关，全看你了。王鹏也不知道李培刚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钓1000斤的鱼，但是能让李培刚嘱咐的事情肯定很重要。三剑客等人仰头看着悬停在水库上方的塔吊钓钩，终于了！靠，牛批呀！阿威，向上拉一点，看看是不是那家伙。塔吊开始运作，钢丝向上持续的拉着，同时不停的晃动。很明显，水下的家伙正用力的挣扎。忽然，钢丝不再晃动，明显松弛下来，水面也恢复了平静。脱钩了吗？有可能。靠，为什么要直接往上拉呀？应该先慢慢溜啊。确实可惜了，不知道是哪一条鱼咬的钩。要是那条小的还好，要是大的，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。楚维看着不再移动的钢丝，眉头紧锁。是我太心急了，还是饵料没起作用？阿威，把钓钩拉过来看看。地骨蛇鱼，真的是它，就是那条大的吧？这东西到底有多少斤？看着好恐怖啊！不过我怎么感觉这塔吊不一定能拉起接鱼呢？兄弟，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什么？这塔吊至少能拉20-30吨的重物，这鱼才多少斤？巨骨蛇鱼完全跃出了水面，开始快速向水里坠去。巨大的力量让塔吊都剧烈的晃动一下，晃动的幅度如此之大，连站在下面的钓鱼佬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塔吊顶端的滑轮组左右摆动了近1米。阿威，稳住！现在开始溜鱼，慢慢放线，不要给它太大的刺激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跟它耗。而在水库的最里面，王鹏挂好饵料便抛了出去，他已经做好随时发动技能的准备，因为李培刚的饵料上鱼从来不会超过20秒。王鹏的身体被水下巨力拖拽，正一点向着水面滑动。观音坐莲。王鹏施展了技能，猛地一拉，以奇怪的姿势定在了那里。鱼线被巨力拉得笔直，仿佛下一秒将承受不住，直接断裂。好家伙，比上次那条还凶。而楚维这边，巨骨蛇鱼在水下疯狂摆头冲撞，钢索被拖拽着左右乱甩，塔吊变得摇摇欲坠。磊哥，塔吊在晃，固定螺栓松了。你快下来！塔吊师傅慌乱地从驾驶室爬出，沿着梯架向下爬，动作很是仓促。陆巡，你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没有？这塔吊有硬伤，拉不起来。这鱼再冲几次，塔吊会倒下来。这大夏天的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是冬天，这种鱼怕冷。我叔叔家养的那条，冬天要用加热棒。你说这玩意儿怕冷？是啊，这是热带鱼。你该不会想把水温变冷吧？想都别想，这么大的水库根本办不到。那我们可不可以使用麻醉剂呢？用那种大型动物用的麻醉枪？维哥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那是具骨蛇鱼，皮比轮胎还厚，没什么针能打进去，何况它还在水里，针根本射不穿水组。楚维看着水库下面的钢丝还在水里不停地晃动，他还是有些不甘心。哎，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点了。你们看，那里面有一个人在钓鱼。我靠，真的有啊，这么不怕死吗？不过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身形有点像。是王鹏，走去看看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钓鱼佬们浩浩荡荡地向着水库里面走去。我靠，真是王鹏，看样子应该是上了一条大鱼。上次他单手吊起700斤巨物，你觉得这一次他会拉起多少斤呢？不知道，不过看他一脸轻松，应该不会很大吧。王鹏每使用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都会向不同的方向拉一次鱼，而在使用到冰火2重天的时候，一个大甩竿，那条鱼终于露出了水面。我靠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金鱼吗？这看着得1000斤了吧？按照头部比例，身体至少4-5米长，我觉得得1000好几百斤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么重都能拉起来，感觉他好像又变厉害了。紧接着，王鹏每拉一次，都会将巨物拉出水面，每一次出水必定引起一片惊呼。就在这时，楚维的塔吊被巨蛇骨鱼拉断了。如意料中的一样，塔吊确实扛不住那巨物的拉力。只是当楚维看见连接着巨骨蛇鱼的钢丝露在水面上，他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。各位兄弟，那条鱼还没有脱钩，我有一个疯狂的想法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实现。我们这里有将近500个兄弟，我们不用机器，用人，50个人拉不动就上100个，100个不行就200个。
我不相信我们500个老爷们儿拉不上来一条鱼。干了，算我一个。坚哥，你去不去？妈的，这辈子没干过这么疯的事，干了！经过楚维的呼喊，数百名钓鱼佬在水库边排成3列长队，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截粗麻绳，麻绳连接着那根从水中延伸出的钢丝。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太急，节奏不要乱，一点点往后拉。起初松松垮垮的钢丝，随着钓鱼佬们发力，逐渐绷紧。突然，钢索猛地一颤，一股巨力从水下传来，有劲了，鱼动了！加油，兄弟们，拉锯战开始了，稳住节奏，一点点往后，1、2、3，拉！随着几声呐喊，大家都开始用力。水下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正被拖向岸边，它的游动姿态显得异常平静。兄弟们，鱼惊夹了吗？我怎么感受不到鱼的力气啊？应该有吧，是我们人太多了，它拉不动。就在人群放松警惕时，巨骨蛇鱼高高跃起，又一头扎进了水里。大家小心，它要发力了！巨骨蛇鱼拉着钢丝左右摇摆，前排的几十人猝不及防，纷纷摔倒。我的妈！我靠！兄弟们，别硬扛，跟着移动，不然会被绊倒的。众人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开始随着钢索摆动的方向移动，队伍开始变得灵活。此时，那条巨骨蛇鱼头颅又浮出了水面，然后一个转身又扎进水里。兄弟们注意，它又要发力了！钢索瞬间绷得笔直，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力从水中传来，钓鱼佬们被拖得向前滑行，他们的脚下已经离出一个滑行的深坑了。前面的7、8个钓鱼佬已经被拖进水里，水淹到大腿，但他们死死抓住绳索不放。还差一点点了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局面开始僵持起来，钢索颤抖，但不再移动。就在这时，天上飞过来一架直升机。注意，此区域即刻起实施军事管制，所有人员放下渔具，立刻离开。重复，这不是演习，请立刻离开，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。人群瞬间呆滞，有人抬头看直升机，有人看向楚维，更多人茫然无措。楚维的脸瞬间苍白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只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这条鱼很快就会被拉上来的。钓鱼佬们陆续松手，默默收拾东西，失落的离开。哎，兄弟，别看了，走吧。水库深处的王鹏也被发现。你就是王鹏吧？看外表和普通人差不多，怎么就会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？王鹏仿佛没听见，眼睛死死盯着水面，右手缓缓调整鱼轮卸力。喂，跟你说话呢。行了，先别钓了，刘老想要见你。喂，你难道是个哑巴吗？快停下来，听见没有？青年有些恼怒，走过去抓起王鹏的胳膊就往后面拉，只是王鹏纹丝不动。王鹏，这里已经被划为军事禁区，请立即停止钓鱼，配合我们工作。王鹏依旧沉默，甚至没看他们一眼。他的眼里此时只有这条鱼和李培刚交代的任务。再不停止，我就只能剪你的鱼线了。还有30秒。什么30秒？这条鱼还有30秒就没力气了。王鹏，我们正在执行公务，既然你不听，就别怪我们了。寒光一闪，匕首距离鱼线只有5厘米。不要啊！匕首离鱼线只剩1厘米，眼看李培刚交给自己的任务就要失败，王鹏突然爆发，身体如弹簧般向后急退3步，双臂将鱼竿向斜后方全力一甩，水底那条4米多的大鱼直接被拉出了水面，向着岸边滑行而来。与此同时，鱼线也被砍断，王鹏一个踉跄摔倒在了地上。刚哥，我不负所望，终于做到了。同一时刻，李培刚独自坐在桌前，神色凝重。恭喜王鹏钓起23倍1564斤，连用1条。恭喜宿主达到系统开启前置条件，正式激活本系统。正式激活？不是，系统，你在和我闹着玩呢？咱俩都处这么久了，现在才正式激活？谁知道就一个1000斤的前置条件，你需要这么久才完成？这在其他世界只是新手福利。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千金鱼，我创造这个条件容易吗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系统，既然你升级了，眼前的危机，你有什么解决方案？因为宿主激活系统时间太久，未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思维，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目前系统给宿主4个解决方案，宿主自行选择。我看看。方案1，宿主可以与所在世界官方合作，系统将提供技术支持，确保宿主安全，同时可利用官方资源快速升级系统与世界。风险、自由度受限，需接受监管。确实，如果上面知道系统的功能，肯定会拨一大笔专项资金，升级速度确实快。方案2，系统可以帮助宿主游离于这个世界，宿主将不受这个世界管束，可自由探索系统功能。风险、孤独，与人类社会割裂，可能会被列为追捕目标。这个方案感觉很猛啊！法外狂徒，听起来刺激，但代价太大了。方案3，系统可以抹除所有人的近期记忆，同时缓慢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，提高大家对异常的接受度，水库恢复正常。风险、能量消耗巨大，这个不划算。下一个。
方案4，系统可以解除和石泉水库的绑定，换个新手村重新开始，同时也将缓慢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。方案1最稳妥，但我会失去自主权。方案2太极端，方案3和方案4都要缓慢改变，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还是要小心翼翼。系统没有更好的方案吗？要不你把所有方案结合一下？宿主，请不要开玩笑，每个方案都会消耗大量的能量，只能选一个。那我们各让一步，我说一个方案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宿主，你说只要在能量范围内，可以尽量实现。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世界接受度，对吧？如果大家觉得千金鱼很正常，根本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。那么你作为系统加速这个世界的认知升级，不就是分内之事吗？你居然连这点事都做不好。这可能也许确实是系统设计上的一个逻辑漏洞，但全面加速世界认知升级所需能量超出当前储备。不过系统通过宿主的反馈想到了一个折中方案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方案5，仅改变关键决策者的思维模式，使其将当前现象合理化，同时以较低能耗缓慢提升全世界认知范围，能量消耗仅是方案3的30%。风险：若关键人物过多，或者后续出现新质疑者，需补充干预。这个办法好，只要上面不追究，危机自然解除。下面的人都是听命令行事，而且缓慢提升全世界认知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再出现什么巨物，大家的接受度会越来越高。正确，这的确是最具性价比的方案。那行吧，就用这个方案。宿主确定方案5，方案执行中。执行成功。此时水库边上，一个中年人陷入了迷茫。我来这里干什么来着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领导，这就是王鹏，他刚刚钓了一条上千斤的鲢鳙。你们抓他干嘛？他不就是钓个鱼吗？可是这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什么我的命令？我说什么了？赶紧把人放了！这大晚上的跑水库边喝西北风，我真是一条鱼而已，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？撤了，都回去。王鹏看着3人的背影，又看了看那条被钓上来的巨物，有些恍惚。这是搞定了。直升机远去，水库边数百名钓鱼佬一片茫然。我靠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来玩我们的吗？说管制就管制，说撤就撤。这一天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就算30年加一起，也没今天离谱啊！不是，我们的鱼啊，差一点就上来了。此时最痛苦的当属楚维，如果没有这帮人来插一脚，最多5分钟，他们可能就真的把这条鱼拉上来了。兄弟们，我们并没有失败，事实证明我们的方案是可以成功的。大家有没有兴趣明天继续干他丫的？干！凭什么不干？马德，拼了！拼了！水库上面虽然只有几百号人，却喊出了几千人的气势。另一边，李培刚被放了出来，就买了点水果，来到医院看望柳中华。刘叔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让你们受到惊吓了。都是小问题，钓鱼嘛，哪有没风险的？不过我很好奇，我打了那么多电话都捞不出来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误会解除了，上面查清楚，就是普通的意外事故，水库也没有违规问题。行吧，你小子秘密不少。刘叔，其他几位叔叔呢？那3个去大医院了。啊？他们伤得很重吗？你放心，医药费、后续康复我来承担。钱的事儿不提，我们还是那句话，只要你能让我们获得那种力量，什么都可以不计较。没问题，那你转告他们一下，等他们伤好了，随时都可以来。第2天一早，晨雾还未散，钓鱼佬们早早的就在水库等着了。见到李培刚到了，一个个立即上前扫码。楚维，你今天怎么钓？还要等那些人到齐吗？我昨天联系了一辆机器，现在应该在路上了。今天我们换个打法，好吧？你有钱你豪横。亲爱的老板，今天我也准备了特别的工具，看那边。只见一台重型卡车开了过来，后面装着一个巨大的绞盘，钢索比昨天的塔吊钢丝还粗。哎，我去，这外国佬和我想到一块去了。你也是准备的这东西？差不多吧，重型工程车加上绞车，这可是能拉几10吨的东西啊！而且底盘稳固，不会像塔吊一样倒塌。我们英雄所见略同。没过多久，楚维的那台机器也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中。兄弟们，我们昨天怎么倒下的，今天就怎么站起来。这台机器是我们坚实的后盾，在我们没有倒下之前，这台机器是不会用力的。楚维说完，那群钓鱼佬激情又起来了，按照昨天的队形自发地排起了队，而楚维则安排无人机拉着钢丝向着水库中间飞去，所有人严阵以待。兄弟们准备，羽翼咬钩，听我口令。杰里米在旁边看着这几百人的队伍，简直是叹为观止。Oh my god！ 他听到昨天几百人一起拉一条鱼的时候，他还有些疑惑，到底是怎么拉的？现在这景观出现在他眼前，他只能说一句：哦，谢特，这简直太疯狂了！如果我们拍下这个画面，这期节目会火遍全网。无人机悬停在水面上方10米处，下方吊着特制鱼钩，水中突然传来巨大的力量，浮漂直接被拉入了水中，3根钢丝同时被拉直，无人机也猛地下坠。兄弟们，拉！众人稍微一用力，就轻轻松松向后面拉了10几米。预想中的激烈对抗并未出现。不对，
力量太小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那条巨骨蛇鱼，不能在这种小鱼身上浪费太大的精力。如果你们同意，我就切了。切吧，留着体力干大的。对，切吧。大家都同意，楚维就按下手中的遥控器，水面下鱼钩自动脱钩，钢丝一松，无人机重新升空，吊着空钩飞回岸边。仅仅20秒后，无人机已重新挂好饵料，再次飞向水库中央。鱼钩刚入水，浮漂就猛地下沉，无人机又一次被拽得下坠。哎呦我去，鱼又上钩了！短短的20来秒又上钩，让原本想要回自己位置钓鱼的杰里米也是一惊。Oh my god！ 我钓鱼这么多年，哪一次不是精心的勘探地形、研究规律、打窝几小时？为什么他们几秒就上鱼？几百个钓鱼佬再次发力，又一次轻松将鱼拉回10几米。这次楚维直接就将线给切了，这却让一旁的杰里米看不下去了。嗨，朋友，你们可能需要肉，那条怪物是吃肉的。你昨天成功不是因为人多，是因为饵料对他胃口。杰里米的话让楚维醍醐灌顶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是把饵料放在了鱼的嘴巴里，再用鱼当饵，才一次性把那条鱼钓住的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哥，我需要一条300斤左右的鱼。我现在哪里去给你找300斤的鱼？昨天钓上来的都被人抬走了，今天还没开张。对了，王鹏，他要一条300斤以下的鱼，1条就行，不要多了。好嘞哥，等我10分钟，不，5分钟就行。哥，我知道王鹏很厉害，但是5分钟钓一条300斤的鱼，是不是有些吹牛了？你快下去吧，别让你的鱼等你太久了。楚维将信将疑的离开。以前不想王鹏暴露太多的实力，是因为系统还没有升级，怕惹麻烦。现在系统升级了，功能已经开启，是时候给这帮钓鱼佬一点真正的震撼了。王鹏来到水库，将李培刚给的饵料随便弄点水就捏到了鱼钩上，抛出信心满满的第一杆。随着鱼钩入水，没过2秒，鱼漂就已经下沉。阿威18式，全套不打折。只见水面似乎被破开了一个洞，一条2米多的鱼被拉飞上来。我靠，那不是王鹏吗？剪辑恐怖语息，上期单手拉700斤已经够恐怖了，没想到现在更夸张，直接飞鱼上岸。哇靠，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学。水的阻力呢？鱼的挣扎呢？这就像从空桶里捞东西一样轻松。此时楚维刚刚赶到，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一幕。不是，说好的5分钟呢？这才1分钟不到吧？这条可以吗？够了吧？用它给巨骨蛇鱼做鱼饵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无人机吊着那条300多斤的鱼饵飞到了水库的中央，然后缓缓地把鱼放入了水中。没过一会，一股巨大力量猛地将鱼饵拉下水，就连钓鱼佬们都被拉得往前滑去。兄弟们稳住，遇上正主了，大家加油！不一会，整齐的口号声又一次响彻了整个水库。很明显，这里已经形成了拉锯战，只要不脱钩，这至少是耗时1天的持续战斗。陆巡，机械准备好，等人力耗尽，机械接着上。今天必须把他拉上来。而另一边，杰里米在见到王鹏后立马跟了上来。朋友，我找你2天了，你知道我这2天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想你想的好苦。这位友人，请自重。虽然你是我曾经追逐的目标，但是咱们不合适啊。哦 ，no， 朋友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的钓鱼技术。杰里米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如果你能在这个水库凭自己的本事钓起一条1000斤以上的鱼，我就告诉你。老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会告诉我吗？当然。谢谢老板，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来到了这里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钓上来的，你等我的好消息。等你真钓上1000斤的巨物后，都不需要我说，你自己就懂了。现在没别的事，你也钓鱼去吧。王鹏找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坐下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坨已经弄好的饵料，揉捏饵料时，一股奇异的香气飘散开来。兄弟，你带的什么早餐这么香？可以给我吃一点吗？我来太早了，还没吃东西。王鹏从兜里拿出2包饼干递了过去。你吃这个垫一下吧。别舍不得嘛，大不了明天我也帮你带早餐。这是饵料，可不是吃的。呵呵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。这什么饵料这么香？兄弟，给我一点试试。你确定要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兄弟放心，我也带了秘制的饵料，等会儿也给你一点。钓鱼佬从王鹏这里拿到饵料就开始钓鱼。这饵料这么香，一看就知道穿透力特别强，等下说不定能中大鱼。抛出信心满满的一杆，这么快就上鱼了。而旁边的王鹏此时也已经上鱼，看样子鱼也不会小。王鹏刚稳住鱼竿没2秒，就感觉到鱼竿忽然传来一股极大的力量。没想到这条鱼竟然超出了我的初始力量。关公洒水，青龙摆尾，金刚坐庄，全套不打折。随着王鹏不停的更换技能，那条巨物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它体长超过4米，鳞片泛着青金色，竟然是一条巨型草鱼。虽然这条肯定比不上那2条巨骨蛇鱼，但是这条鱼能钓上来，今天的排行榜第1是坐稳了。那边有500人在拉那条巨骨蛇鱼，还有机械辅助，这边只有他自己，能不能拉上来还真不好说。巨型草鱼一个翻身，又迅速沉入水中，将王鹏也拉下了水，但他的技能依旧没有停下来，而且越来越快。他这是在干嘛？表演水上杂技嘛？
不是，为什么他都进水了，还能跟鱼较劲？浮力不存在了吗？就在此时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。给我起！只见王鹏整个身体从水中拔起，与此同时，巨型草鱼被他硬生生从水中抽了出来，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岸上，滑行了好几米才停了下来。最新消息，王鹏钓起来1104斤的草鱼一条，荣登第1名，直接把排行榜记录重量大幅度拉高。那么他是用什么钓起来的呢？答案是一人一竿。开什么玩笑？1枪100斤，就是一人一竿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有人能用鱼竿钓起1000斤的鱼吗？这鱼竿是什么特殊材质吗？说不通，物理学上完全说不通。杰里米正操作着一台便携式声呐探测仪，屏幕上显示着水库剖面图，代表鱼群的红点密密麻麻，尤其在深水区，红点又大又密集。Oh my god！ 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就这一片区域，居然有上千条100斤大鱼，这要是在我们家那边，绝对会引起地震级的轰动。杰里米，这么多鱼，你交的钓费应该能回本了。回本？不。看到这个了吗？至少1000斤的家伙。这里的老板说过，只要我能把它拉起来，就告诉我那个秘密，我们会好运的。伙计们开始干活了。能力加强的王鹏又开始了抛竿。自从得到技能以后，就没有真正痛痛快快的钓过鱼。他发誓，今天一定要钓个痛快。鱼钩入水，20多秒以后，浮漂猛地向水底坠去，瞬间消失不见。来了，愚公移山，观音撒手，毒蛇吐信，乾坤挪移，金钟罩体。兄弟，如果让你成为像他这样厉害的钓鱼佬，但是一定要变成这种抽风式的动作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可我不想要这种射死现场啊！众人还在为王鹏的抽风式射死动作而讨论的时候，王鹏突然停止所有小动作，一钓开天门。下一秒，只见水面炸开，一条比前面那条1000斤草鱼还大的巨物被硬生生拉出了水面。我的妈！我靠！不是吧？这么快又上一条？妈妈，快来看上帝！1分钟不到，一条1000多斤的鱼就被拉上来了，这么离谱，他是要在钓鱼界封神吗？封不封神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只知道这排行榜要变天了。在一声声惊叹中，王鹏又一次挂耳抛竿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还继续啊？给鱼留点面子行不行？给我们留点幻想行不行？上午刚过半，王鹏的身后已经出现了一个巨鱼堆，整整5条超1000斤的鱼堆在那里。最新播报，王鹏已经钓上来5条1000斤以上的巨物，而且他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打算。各位钓鱼佬们注意一下，他可能要霸榜。嘿嘿，王鹏可真的是我的福将啊！楚维这边的拉锯战仍在继续，但队伍中不少人脖子伸得老长，向着王鹏所在的方向看去。听说了吗？那边已经第5条了，1000多斤的鱼，1分钟1条，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兄弟们，不要乱了道心。我们眼前这条是什么？是水库的鱼王，是这片水域真正的霸主。王鹏那边就算钓起来100条，也比不上我们这一条。今天谁把他拉上来，我楚维话放这儿，够你吹一辈子，祖坟都能冒青烟。兄弟们听我口号，1、2、3，拉！王鹏丝毫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，依然是1分钟1条1000多斤的大鱼。当他又顺手去拿饵料时，却摸了个空。原来是刚才团的饵料已经用光了。我靠，看得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他这是没饵料了吧？该停了吧？刚才那饵料，你闻到味没有？说不出的一箱，这一竿接一竿，鱼像排队上钩似的。这哪是钓鱼，这是进货啊！就在大家以为王鹏要结束这次钓鱼的时候，只见王鹏往自己背包里一掏，他手里又出现了一包饵料，又开始搓起来。王鹏无意间往后看了一眼，却吓了一跳。什么情况？这些人都不钓鱼的吗？全跑来看我干嘛？尽管旁边都是围观的人，但是也没有打扰到他钓鱼的兴致，将鱼钩扔到了水里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在20多秒的时候，鱼就上钩了。只是还没等发力，水面便激起一片水花。王鹏立马收竿，一个大鱼便被拽出了水面。只是这条鱼竟已被拦腰咬断，下一秒水面跃出一个庞然大物，他凌空一口，将剩下的半截鱼身咬碎。今天还敢下竿的是真猛，我反正只敢看，不敢钓了。王鹏大神，快把他钓上来！成功了，你今天就是真神！鹏哥，加油啊！为老板除害，为咱们报仇！面对如此凶恶的巨兽，王鹏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停顿，他把剩下的饵料直接扔到了只剩鱼头的残骸口中，然后奋力一甩，又把鱼头远远地扔回了水库里。以前只是实力不允许，现在我全面升级，就算不能成功拉上来，至少也有一战之力。就在王鹏将饵料扔下去的10来秒后，那条巨骨蛇鱼又一次冲出了水面，将那个鱼头一口吞下。鱼、关、兔、潜、中。巨骨蛇鱼再次下潜的瞬间，王鹏只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鱼竿传来。幸好王鹏的RV18式通过了优化，基本上不到1秒就能叠一个技能。从鱼开始跃起到它落下，王鹏已经叠了7、8个技能，所以在力量上已经不比水下的巨骨蛇鱼差多少。我去，真的拉住了！我靠，不是吧？一个人也能拉住？刚才那一下，我在20米外都感觉到地在震。王鹏向前走了2步，然后就定在了那里，任那条鱼怎么用力，依然不能撼动他分毫。
太阳渐渐下山，王鹏保持这个姿势已经整整10个小时。虽然他又累又饿，但他不能停下来，不能松，绝对不能松。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，错过这次，以这畜生的狡诈，再想让他咬过就难了。饿了吧？我喂你，张嘴啊！哥，我是大人了，不是小孩。快点的，别磨叽！10个小时水米未进，铁人也扛不住。李培刚花了10几分钟才把饭喂完，饭菜下肚，王鹏感觉力量又回归了身体。坚持住，我让人把楚维的那个巨型超网给你开来。不一会儿，表哥沈碧生驾驶着那台超网机缓缓地向这边开来。等会儿听我信号，你把鱼往左边浅滩引，那里水深只有3米，超网够得着。加油，一定要把它拉上来，给所有人看看，一人一杆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。超网机上的超网已经被放到水里等候了。驾驶室里，沈碧生对王鹏比了个 OK 手势，王鹏开始发力，向后面猛地跨出几步，水里的那条巨骨蛇鱼也被拉着移动了1-2米。加油，只差那么一点儿就到了超网的范围了。表哥，准备就位。沈碧生操作机械臂，巨型超网沉入水中更深处。此时，巨骨蛇鱼距离超网仅剩最后5米。巨骨蛇鱼经过10几个小时的奋力挣扎，体力已经耗得七七八八了。它象征性的甩了2次尾，然后就不动了。最终，巨骨蛇鱼被王鹏拖到了超网边上。沈碧生一个操作，巨型超网就将巨骨蛇鱼网住了。王鹏钓到体长5.2米，重量25倍，3650斤巨骨蛇鱼一条，恭喜宿主获得2737.5千。额外奖励初级技能疯狗甩竿式，适用于抢鱼期或爆发性鱼群。呀呼！另一边，楚维团队的拉锯战也进入尾声。虽然这条要比王鹏那条大得多，但是在一众钓鱼佬和重型工程车的持续消耗下，也已经没有什么力气。兄弟们，只差最后一把了，加把劲儿！鱼钓上来，今晚桑拿、按摩、KTV，我楚维全包。机械绞盘上的钢丝正慢慢收回，水中的巨兽已经掀不出多大的浪花。陆巡驾驶着超网机到水边，巨网张开，下沉、合拢、提升，一气呵成。这条巨骨蛇鱼就这样被抄了上来。楚维钓到体长6.3米，重量42倍，5796斤巨骨蛇鱼一条，恭喜获得73029600。额外奖励终极技能轻松拔地式。我去，这条货还终于解决了。哥，你看我厉害不？终于把它钓上来了。牛批，你是真牛批！一个人组织1000人团队，硬刚鱼王10个小时，我以前果然没看错你。这2条祸害总算解决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在这儿跟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各位钓友，安静一下。首先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困扰水库多日的2条巨骨蛇鱼，昨天终于被钓上来了，大家以后可以安心钓鱼了。另外，我还要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，是关于王鹏的。相信在这儿钓鱼的老人都认识他。刚来水库前，他跟大家一样是个普通钓鱼佬，但是经过这1个月的时间，他竟然能靠自己的力量钓起了3000多斤的巨骨蛇鱼。大家想知道是什么让他短短1个月就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吗？义父，你就别吊人胃口了，到底因为啥？快点说啊！就是义父，我们几个都是你这个水库的元老人物了，提前泡在这儿，竟然都没办法钓那么大的鱼，不公平啊！大家稍安勿躁，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就是王鹏能钓起1000斤巨物的原因。经我长期观察和数据分析，发现了一个规律：只要诸位钓鱼佬能凭自身本事钓起1000斤巨物，就有几率领悟特殊的钓鱼技能。老板，你别逗我啊！还领悟技能？你当这是修仙呢？就是看相的都不敢这么忽悠人，我看你比我还像神棍。不信吗？那我问各位，如果1个月前有人跟你说单人能拉起1000斤巨物，你信不信？现在事实摆在这里，王鹏做到了，而且他只用了1个月，1000斤巨物在他这儿已经成了小意思，他甚至已经能钓起3000斤的巨物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难道这是真的？王鹏获得了神秘力量？我等不了了，我现在就要去钓1000斤的鱼了。等等我，不组队，你钓个的啊！1000斤鱼是你一个人能搞定的吗？先别急着去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个人想钓起1000斤巨物还是有难度的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王鹏那样的天赋和运气。所以我们推出了代钓服务，只需要请我们的王鹏代钓，钓上来的鱼算你的，领悟到的技能也归你所有。有需要的现在就可以找王鹏咨询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鹏哥，最近累了吧？我给你做个马杀鸡，泰式手法，专业级。鹏哥，我给你捏捏肩，这力道怎么样？您可几点？鹏哥，渴不渴？喝点水，温的正合适。鹏哥，帮我们钓一条呗。就1条，学个技能就行。没问题。
只要能钓鱼，我都 OK 的。提醒一下，帮了一个人5万啊，别想着白嫖。老板，我们是那样的人吗？真的是。就是鹏哥，来，我先给你转。原本围着李培刚的人，此时全部都围在了王鹏身边，都希望能让王鹏带领一下。一个一个来，大家都能钓上，不要急。谁拽我裤子？从今天开始，石泉水库正式开启钓鱼大时代。老板，今天钓费怎么收？1000一位。你，哼，活该你单身。